黄大夫，情况到底怎么样？如今正是夏末，天气并不冷，娃儿落水之后本不该受凉，但这孩子体内原本就有寒症，如今落水引发了体内的寒邪之气，再加上还受了非常严重的惊吓，这才导致一直高烧不断。目前这种情况实在是有些危急啊。黄大夫，这可如何是好啊？可有什么办法医治吗？我开个方子，若服药后烧退下来，则可平安无事；若是一直高烧不退，恐怕……若是不退烧，恐怕会怎样？若是明天早晨高烧还没退下去，你们便做好办后事的心理准备吧。千花，我可怜的闺女呀，你怎么就掉进河里去了呀？你要是挺不过来，你叫娘怎么活呀？这夫人怎么知道我叫千花，还自称是我娘？可这声音分明不是我妈妈的声音啊！春香，你先别慌，先让黄大夫开方抓药吧。咱们千花吉人天相，一定会没事的。对，他爹，我都急糊涂了。黄大夫，劳您赶紧开药方吧。黄大夫从药箱取出纸笔，坐在破旧的木桌前开始写药方。这方子既可压惊，又能暂时压制住这孩子体内的寒气。其中压制寒气的几种药材比较名贵，需要2两银子，再加上别的药材，总共是3两银子。压制寒气的几味药材，我这里没。什么破药这么贵啊？3两银子都够我们一大家子嚼用大半年了，你怎么不去抢钱呢？老朽是大夫，不是土匪，抢钱这事儿可做不出来。况且这其中几味压制寒气的名贵药材，你们就算想要，我这里还没有呢。没有那正好，我们也不需要那老狮子的名贵药材，这病啊我们就不劳您医治了。这体内有寒气，咱们自己熬碗生姜水灌下去就行了。黄大夫，抱歉啊，我娘她性子急，说错了话，您老别跟她一般见识。我闺女这病还得靠您老的方子救治啊。哼，老夫自然不会跟无知妇孺一般见识。你，黄大夫，这缺的几种名贵药材叫什么名字？我们应该上哪里去买？缺的几种药材，方子上我都写了，也另外标注出来了。你们可拿着药方去县城最大的药铺仁济堂去买，得赶紧趁天黑前买回来，去晚了铺子就关门了。孩子情况十分危急，必须赶紧服药。其他药材我那里都有，大家乡里乡亲的，真金实文我就不收了。你们付了1两银子的药草钱，便可派人随我去家里取药。柳氏拿着药方，他和梁老二对视了一眼，两人心照不宣，同时带着祈求的目光看向当家主母梁老太。还未等两人开口，梁老太便目光闪躲了一下。你们都别看着我，你们也知道家里本来就困难，连饭都吃不饱了，哪里还有银子买这么贵的药？大哥上个月不是才去镇上卖了家里的存粮吗？卖粮食的银子呢？那银子是我留给你大侄子文勇娶媳妇儿用的，他如今都18岁了，早就到了该成亲的年纪，要不是咱们家里穷，他的孩子说不定都能叫爹了。娘，
我和老二就牵挂这么一个孩子。我知道您一直不喜欢女娃子，可就算您再不喜欢，千华也是您的亲孙女，您不能见死不救呀。娘，能不能让文勇迟点娶媳妇儿，先救千华的命要紧呀？你这个丧门星，你还有脸求我啊？你来梁家这么多年，就给梁家生了个赔钱货，我没休了你，已经仁至义尽，你还好意思要你大侄子娶媳妇儿的银子？娘，现在是人命关天的时候，我就千华这么一个闺女，求您先把银子拿出来抓药吧。等我腿伤好了之后，立马就去山上打猎赚银子，保证不耽误给文勇娶媳妇儿。儿啊，不是娘不想救，是真的没办法呀。自从你摔伤之后，就一直躺在床上养伤，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月的时间了。你们一家三口一个子儿都没有赚回来，全都是靠中公的银子养着的。家里呀，早就已经入不敷出了。好不容易卖粮食得了一点银钱，娘啊，正准备给你大侄子文勇相看媳妇儿呢。你二侄子文志平时读书花销也特别大，咱们家哪儿还有闲钱吃这么贵的药啊？闻言，梁老二心里一阵难受与失落。他腿没有摔伤前，农闲时经常去山上打猎，卖猎物挣的银子比家里种地挣的银子多了好几倍。每次赚回来的银钱，除了会给闺女一些零花钱，其他全部都是上交给他娘。没想到他腿受伤没法赚银子后，他娘会轻贱他女儿到这种地步。千华躺在硬硬的床板上，听着他们为自己的药钱争论不休，头脑突然一阵胀痛。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眼下的处境，他居然穿越了，还是魂穿。自己原本姓千名化，而他如今附身的这具身体姓梁，叫梁千化。而原主落水就是他大伯家的女儿梁翠花将他骗到河边推下去的。他努力张嘴想告诉原主爹娘真相，可就是发不出声音。奶奶，您先把银子拿去给堂妹看病吧，我不着急娶媳妇儿。大哥，你怎么能不着急娶媳妇儿呢？你都18岁了呀，同村的二狗子跟你同岁，他家娃儿都会叫爹了。翠花说的没错，原本去年就准备张罗给文勇娶媳妇儿的，谁知道老二又摔伤了。当时为了给老二医治，几乎都掏空了家底儿，好不容易卖了点粮食，眼看着就能给文勇娶个媳妇儿，生个大胖小子了。有些人呢，自己生不出儿子，还想逼得我的大孙子也绝后吗？娘，我求你了，你把银子拿出来，先救救千华吧。什么情况？一句威严的声音突然闯了进来。老二，你腿伤还没恢复，别跪在地上了，赶紧起来，小心又弄伤了。虽然他平时比较偏疼几个孙子，可对自己的3个儿子他都是非常关心的。你也赶紧起来吧。梁老二从看到他爹回来，心里就有了底气。于是梁老二赶紧把当下的情况跟他爹说了。果然不出所料，梁老头听完，转头看向梁老太发问：家里卖粮的6两银子还剩下多少？就剩5两啦，我打算留着给文勇娶媳妇儿用的。还有文志，他读书也需要银子。粮食卖了还不到1个月，这么快就花掉1两了？我管着这么一大家子人的开支，花钱自然快了。文志读书时不时的也要买笔墨纸砚，那些东西可都不便宜呢。赶紧先拿3两银子出来给老二家去买药。老头子，银子不能拿出来呀！啊，买了药，文勇娶媳妇儿怎么办？文志读书怎么办呢？事有轻重缓急，现在是人命关天的时刻，
天大的事也要先把千华的命救回来再说。你如今连这点眼力劲儿都没有，还怎么当好这个家？柳氏和梁老二听到爹发话，顿时松了口气。梁老太心里纵使有千般不愿，但一家之主发话了，他也不敢不从。他生怕他家老头子一生气，真的夺了他的掌家之权。只见他把粗布裹着的3两碎银子往梁老二身上一砸。一个丫头片子而已，留在家里也是浪费粮食，你还护得跟眼珠子似的。再过2年，等她嫁了出去，就成了别人家的人了。哎呀，你不为你几个侄儿着想，你看看以后谁能给你养老？100年之后，看谁能给你摔盆儿。爹，二弟受伤本就掏空了家底儿，如今又花这么多银子给千华买药，哎呀，咱家文勇娶媳妇儿可怎么办呢？哎呀，不是媳妇儿对您有意见，只不过文勇今年都18岁了，我这当娘的心里实在着急呀。等老二腿伤好了，多上山几次，打些猎物卖了，银子就赚回来了。谁知道二弟的腿上什么时候好啊？村里人都说搞不好啊，他一辈子就是个瘸子。你听谁说的？外头人这么讲也就算了，你这个当嫂子的也能这么咒自己二叔子？再让我听见家里人乱嚼舌根子，别怪我翻脸无情，直接家法处置。梁翠花见状，心里急得团团转，她巴不得千华赶紧咽气，一点都不想她被救回来。凭什么千华就能那么好命？爹娘护着，未婚夫也那般优秀，我却什么都没有。她甚至希望二叔的腿再也不要痊愈了，没人护着千华，这样她就会被搓磨得越来越不成人样了。柳氏跟着黄大夫取药，很快就回来了。等大侄子梁文勇从县城仁济堂药铺买回其他药材，天色已经有些蒙蒙黑了。柳氏赶紧去厨房煎了药喂给女儿喝。也不知道千华这孩子到底能不能救回来。哎呀，那可是花的咱们文勇娶媳妇儿的钱，要是救不回来，还不如一开始就别浪费银子。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老二这么些年就得了千华这么一个闺女，只要还有的救，咱们都得尽全力去救，哪能说这种风凉话呀？好你个梁师傅啊，居然数落起老娘来了，你胆肥了是吧？我们家文勇年纪这么大了还没娶妻，你这个当爹的不但不着急，还像这个坏人你啊！你还有良心吗你？哎呦，婆娘你轻点儿！哎呀，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啊啊！你说这种话要是叫咱爹听见，肯定会臭骂你一顿的。大概是药物起了作用，千华终于睁开了眼睛。此时床边就剩柳氏一人守着她，可能是累极了，柳氏趴在床头睡了过去。她又转头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整间屋子的情况。原主被堂姐翠花推下河，应该就已经溺亡了。我掉下海之后，因缘巧合穿越在了原主身上。唉，大家庭里的生活不好过呀。我既然阴差阳错来到这个时空，占了原主的身子，就得代替她好好活下去。目前我首先要解决的人是翠花，她把原主推下河，害得原主白白丢了一条性命。我既然占了原主的身子，说什么也要替她报仇。堂姐，不要推我，不要推我！千华，你终于醒了，你是在叫娘吗？堂姐，不要推我，不要推我！我一直以为是闺女自己不小心掉进河里的，难道是翠花？梁老二他拄着拐杖向千华这边的隔间慢慢走了过来。进屋听到女儿惶恐不安的叫声，他是又惊又怒。大晚上的，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立马拄着拐杖去东边屋子叫醒了自家大哥。堂姐，不要推我，不要推我！他自己也是吓了一跳，他立马回房让朱氏去把女儿叫过来。
翠花和朱氏刚进屋子，还没有来得及搞清楚啥情况，就见他爹梁老大板着一张脸。翠花，你跟爹说实话，是不是你把千画推进河里的？爹，我没有，不是我推的，是千画他自己不小心掉进河里的。二弟啊，这其中恐怕是有什么误会。翠花和千画虽然平时时常斗嘴，但是到底是堂姐妹，她又怎么会推千画下河呢？梁老大见翠花否认，心里松了一口气。推人下河，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啊。误会？如果不是他推的，千画为什么会在梦魇里喊出这种话？梁老二根本不信。陈氏和梁文杰的屋子离梁老二的屋子近，这边的动静早就吵醒了母子俩，俩人都起身到了千画的屋子。翠花，你老实回答，究竟是不是你把千画推下河的？不是我，我没有推他。梁翠花看到梁老二怒气冲天的样子，心里害怕极了。我看到了，是大堂姐把千画姐姐推下河的。陈氏立马捂住自家儿子的嘴，他平时不争不抢的，也不管家里的这些明争暗斗，即使知道什么也装作不知道。文杰，你胡说什么呢？我根本没有推千画，就是他自己掉进去的。这边的声响也惊醒了梁老头和梁老太，梁老也从床上爬起来往千画的屋子走，两人就比陈氏和文杰慢了一步而已，因此老两口正好听见了文杰的指证和翠花的辩驳。文杰，你告诉爷爷，千画堂姐是怎么掉下河的？爹，文杰还小，他又怎么会知道？小孩子说的话做不得数的。陈氏忙打圆场，梁老三不在家，他可不想得罪大嫂一家。小孩子说的话才是真。文杰，你来告诉爷爷你看到的。爷爷，下午大堂姐叫千画姐姐去河边玩，我也想跟着一起去，大堂姐不让我去，我只能在后面偷偷跟着。到了河边，我看到大堂姐站在千画姐姐身后，把她推进了河里。大堂姐那时候真的好可怕，我害怕大堂姐发现我，把我也一起推进河里，就赶紧偷偷跑回来，上隔壁的铁蛋哥喊人把千画姐姐救了起来。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爷爷，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一个无心之举，就害得你堂妹落水生死未卜，看我不打死你！孩子说了不是故意的，你难道还真想打死他吗？翠花儿，咱们都是一家人，二婶自认平时待你也不薄，千画也很尊重你这个堂姐，你为什么要这么害她？她尊重我啥？她尊重我这个堂姐会跟我抢表哥吗？她早就跟江林订了婚约，已经有未婚夫了，为什么还要勾引我表哥？她就是个狐妹子，这样的狐妹子本来就是要进猪笼的，我推她不过是免得她进猪笼，你们一个个的还都想着她。你倒是说说看，千画怎么勾引你表哥了？这种不要脸的话也是你一个姑娘家能说的。娘原本是打算给我和我表哥定亲的，表哥却说他喜欢的人是千画，要不是千画勾引了表哥，表哥怎么会看上他？这根本就是无妄之灾吗？翠花说的这个表哥是他娘朱氏娘家亲哥哥的儿子朱武，原主压根就没有跟他有啥私下的接触，不过是他表哥偶尔过来梁家，大家一起玩过罢了。你表哥不喜欢你，喜欢千画，你就怨恨千画，还把他推下河，你心思怎么能这么歹毒？你个赔钱货，真是害人不浅！你这一推，家里3两银子就没了，你哥娶媳妇儿的钱也没有了，你个搅家精，我今晚非要狠狠收拾你！娘，别打了，别打了，孩子也是一时头脑不清醒才犯了错。哎呀，你还有脸替他求情呢？啊！要不是你教女无方，文勇娶媳妇儿的钱能就这么没了啊？再求情，我连你一块儿打！朱氏见翠花被打到嗷嗷直叫，心里不免也有些心疼。
他只好又看向梁老二和柳氏。哎呀，二弟妹，翠花她是脑子不清醒才做了这等错事，千花现在药也喝了，明天应该就没事了。嫂子求你们了，你们就原谅翠花吧，咱们好歹也是一家人，叫娘别打了吧。千花，娘的乖女儿，别怕别怕，娘在这儿，没事儿了，没事儿了啊。梁老头觉得这个大孙女心思实在歹毒，让老婆子教训一下也好，免得将来给家里惹出更大的祸事。爹娘，是我没有教好女儿，你们要罚就罚我吧。二弟二弟妹，是我教女无方，害得千花差点性命不保，你们有什么气和怨，尽管撒在我身上吧。大哥，这不关你的事，你起来。娘，他要杀千花，千花好怕呀！千花不要和他住在一起了，千花要分家。乖孩子，别怕别怕，娘在，好好好，我们不住在一起，不住一起。柳氏，你这是什么意思？千花落水脑子不清醒，你也不清醒吗？什么叫不住一起了啊？难不成你们还想分家呀？娘，千花都吓成这样了，到现在还没有清醒过来，她要是真想分家，儿媳也只能求您成全了。老二，你也想分家？爹娘，儿子不孝，求您分家吧。千花变成这样，儿子实在心疼啊。我和你爹还没死呢，你们就想着分家啊？反了天了，你们这是大逆不道啊！梁老二，你居然也帮着这个扫把星来气你爹娘，你还有没有良心呐？梁老二原本也从没有想过分家，只是今日千花落水，他娘不肯拿银钱救治，已经令他心寒。娘，为了一家人不伤和气，咱们还是分家吧。朱氏闻言心中大喜，他早就想分家了，现在他们主动提起，再好不过了。爹娘，你们就答应二弟吧。翠花这个逆女干了这种事儿，我和他爹都没有脸面对二弟和二弟妹了，倒不如成全他们，分家算了。朱氏，你说什么混话呢？你是巴不得我们一家散掉吗？二弟啊，都是大哥不好，没有教好翠花，回去我定会好好收拾这个逆女。你们消消气啊，咱们一家人总归是一家人呢，做什么要分家呢？况且你的腿伤还没好，要是分了家，出去可怎么生活呀？老二，你大哥说的对，你腿伤还没痊愈，分家之后你们一家三口生活会很艰难，还是不要意气用事了。是啊，他现在腿受伤，不能打猎，也不能干农活，拿什么养家？自己苦点没事儿，但不能让媳妇儿和闺女饿肚子呀。柳氏也明白分家出去日子会很艰难，她也有些犹豫了。娘，千花身上好疼啊！爹，你要帮我报仇，一定要狠狠惩罚那个坏家伙，惩罚他。梁老二见闺女那么难受，一直嚷着让自己惩罚坏家伙，他知道这是闺女让自己给他报仇呢。爹，不分家也可以。翠花害得千花变成这样，儿子实在心疼。这次我再也无法顾念亲情了，请爹您主持公道，惩治翠花。好，爹答应你，爹一定会惩治翠花，给你们一个交代。今天太晚了，大家都先回去休息吧，等千花脱离危险清醒过来，再问问他的意见，看他怎么处罚翠花。爷爷，我错了，我一时猪油蒙了心，您就饶了我这一次吧。现在知道害怕了，你早干嘛去了？你对自己家里人也下得去这么狠的手，
我若是不治你，将来还不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样子。赶紧给我滚回房睡觉去。千桦感觉到其他人都走了，便安静了下来。他之所以还假装没醒，是因为他知道一旦他很快醒过来，大家就会觉得他其实没什么事儿，恐怕落水这件事儿就会轻拿轻放。第二天，千桦睡得日上三竿才醒。千桦，你终于醒了，还有哪里不舒服吗？娘，我身上还有些酸疼，头也还有些晕。你昨晚一直高烧不断，身上肯定会酸疼。从昨晚到现在你都没有吃东西，估计是饿晕了。娘一大早起来就给你熬了一些米粥，热在了灶台上，娘这就去给你端过来，你看吃了头晕会不会好点？好。这具身体太营养不良了，以后我必须挣钱好好补回来才行。我好不容易在这具身体里重生，必须要爱护好自己。他虽然没有穿越成王公贵族，但得了一副好嗓子，一张好容貌和高挑的身材，也算走运了。千桦，你吓死爹爹了！你没事真的太好了。千桦，大堂哥带妹妹翠花跟你说声对不起啊，他实在是太糊涂了，怎么能对自己的亲人做下这等坏事啊？文勇堂哥无需自责，这和你无关。逆女，你还不跪下向你堂妹磕头认错？千桦，我是昏了头才做下那等错事，说了那些混话。奶奶已经打骂过我了，爹也打罚我了，求求你原谅我吧。你爱慕你表哥那是你的事儿，你表哥要喜欢谁那是他的事儿，你们俩的事儿都与我无关。我并不喜欢他，也与他无甚私交。你实在是怨错了人，原谅你是我做不到。千桦，你是这件事的受害者，你说说你的想法，你想怎么惩治翠花？爷爷，我没办法跟翠花同处在同一个屋檐下了，要不咱们分家吧。好你个千桦，我们一大家子供着你们一家三口吃喝拉撒快小半年的时间，如今你爹刚能拄着拐杖下地走路了，江童生明年也马上能考秀才了，你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提分家呀？啊，你就是想撇开我们一大家子吧？你可真是个白眼狼啊，白养了你这么多年，梁家出了个不孝子孙呐。奶奶，想要我们不分家也可以啊，但是翠花必须离开梁家。千桦，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你是想要爷爷把我赶出这个家门吗？你怎么能这么恶毒啊？论起恶毒，与你相比，我自愧不如，甘拜下风。把你赶出去谈不上，我只不过是看你如今也到了能嫁人的年纪了，却没有一个媒人上门来提亲，有些替你着急罢了。我只是想让爷爷在3天之内赶紧给你找户人家把你嫁出去，只有千日做贼的，没有千日防贼的。你连杀人这种事儿都做得出来，谁知道今后还会不会做其他的阴碎事儿祸害我们呀？你现在不是没事了吗？翠花再怎么说那也是你堂姐，3天时间咱们上哪儿给她找好人家去呀？朱氏虽然重男轻女，但翠花再怎么样也是她生的，她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翠花随随便便塞给别人。我现在的确是没事了，可我也是死里逃生啊。昨晚上黑白无常都来勾我的魂了，是阎王爷不肯收我，说我命不该绝才将我放了回来，要不然我此刻也见不到爹娘和大家了。我死里逃生，没有把翠花送官处理，已经是顾念着亲情了。一个要杀我的杀人犯，我怎么可能心平气和地跟他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呀？换了你们能做得到吗？没有一个人回答他，因为如果这种事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自问也没法与要杀自己的人天天共处同一个屋檐下。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不伤一家人的和气，避免日后再出现这种事儿。翠花堂姐推我下河，乃是故意杀人罪，尽管杀人未遂，但若送官，按大元的律法，她也是要坐牢的呀。
文治堂哥如今在学堂读书，参加各种考试都是需要身家清白的。若是让外人知道他有个杀人犯姐姐，你们觉得他还能参加这些考试吗？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文治受影响，这件事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绝不能闹大让外人知道。家里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读书的娃，我绝对不能让这些污糟事影响到文治的求学之路。翠花也被千化那句送官要坐牢吓傻了。她不想坐牢，她还指望着弟弟考取功名跟着享福呢。你行事如此鲁莽，总有一天会害了文治堂哥的。况且你这个性子，搞不好以后还会招惹别人。翠花今年快满15岁了吧，确实也到了该嫁人的年纪。老婆子，你赶紧在村子里给她相看相看，找个好人家把她嫁了吧。爷爷，不能把她嫁在咱们村子里，她这种祸害还是离我们越远越好。万一她在村子里犯了什么事儿，夫家找上门来，可不是害了我们一大家子人吗？行，听你的。老婆子，你在隔壁几个村子打听打听，有哪些人家要娶媳妇儿的，挑一个合适的把她嫁了。我不嫁，我谁都不嫁，要嫁我只嫁给猪表哥。你表哥不喜欢你，你怎么嫁？你想嫁也要人家愿意娶。我不管，我就想嫁给猪表哥，别的人我都不要。这事儿可由不得你，婚姻大事乃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老婆子，你立马开始着手物色，有人愿意娶就答应下来，尽快把她嫁出去，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好的，老头子。千化使出这一招也是迫不得已，只有捏住他们的软肋，才能如愿按照自己的想法惩罚翠花。自从梁老头发了话要把翠花尽快嫁出去，梁老太就已经开始找人给翠花相看夫家了，都是在隔壁几个村子找的。才2天的时间，梁老太就给翠花定下了一门亲事。娘，这孙旺都24岁了，配翠花啊，年纪会不会有点太大呀？要不咱们再看看，重新挑一个吧。24岁，这有什么年纪大的？人家孙家可是拿出4两银子当聘礼呢，重新挑，哼，你敢保证还有人愿意出4两银子娶你闺女儿啊？啊，要知道有了这个银子，文勇就能娶上媳妇儿了。过了这个村呐，可就没这个店啦。闺女都15岁了，一直也没有人上门提亲。愿意给4两银子当聘礼的人家，确实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了。有了这个钱，就可以给文勇娶媳妇儿了。于是，翠花的终身大事就这么给定了下来。闲话，那个狐妹子，都是你害得我不能嫁给表哥，你怎么不去死啊？梁老头听着他骂出来的那些污言秽语，只恨不得立马让孙家过来把人抬走，免得留在家里丢人现眼。出嫁当天，朱氏的娘家人也都来参加婚宴了，翠花的表哥朱武自然也随同爹娘一起来参加表妹的婚宴了。表哥，我不想嫁给孙旺，我心里喜欢的人一直都是你，只要你愿意娶我，今天这个亲我就不成了。表妹，别胡闹了，今天可是你大喜日子。上一次我就告诉你了，我一直以来只是拿你当妹妹看。是因为千化对不对？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你的魂勾走了。我的确喜欢千化妹妹，可就算没有千化妹妹，我也从来没想过娶你。在我心里，你只是我的表妹。她有什么好？为什么你就是喜欢她，不喜欢我？翠花，你怎么躲在这儿啊？啊，新郎官来接人了，赶紧去屋子里。朱氏去新房没看见翠花，到处找，谁知道她竟然拉着朱武躲在后院。她到底有什么好？你就那么喜欢她？若说她有什么好，在她眼里，她哪儿都好。哟，这是怎么了啊？
大喜的日子，这新娘子还没出门呢，怎么就哭哭啼啼的了？嫂子，没事呢。翠花呀，这是舍不得娘家人，拉着她表哥叙旧呢。翠花，咱们回新房去吧。啊，你嫁去了向阳村，这中间虽说隔了2个村子，但实际路程也不过10几公里，不算很远。以后啊，多的是机会回来见娘家人。翠花此时已经心如死灰，她像个木偶一样，任由朱氏拉着回了新房。有人说过，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情之一，就是我爱你，而你却对我没有任何感觉。爱而不得，乃人世间一大苦楚，但同时又是人间常态。哼，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敢肖想我儿子？娘，您别瞎说，我跟表妹就是叙叙旧。罢了，看在自家丈夫和儿子的份上，她还是装聋作哑算了。何况今天是翠花成亲的大好日子。朱武进屋后就一直在找千花，终于在厨房那边，他看到了千花忙碌的身影。千花妹妹，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做的吗？朱家表哥，您还是去歇着吧，我这里不需要你帮忙。千花妹妹，你比之前瘦了许多了，也晒黑了。听说你爹摔断腿之后，你在家的日子很不好过。以前我还不相信，现在看来那些传言都是真的。表哥真的好心疼你。朱家表哥还是多关心一下翠花吧，毕竟翠花才是你的亲表妹。我在家好得很呢，爹娘很疼我，我不需要别人心疼。千花，我只把翠花当表妹，对她没有任何男女之情。朱家表哥，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呀？翠花当然只能是你的表妹啊，今天可是翠花成亲的好日子呢。朱家表哥还是赶紧进屋歇着去，不要在这里胡言乱语了。今天家里来了这么多客人，人多口杂，说错话可就不好了。朱武见人越来越多，确实不是说话的好地方，只能进屋去了。翠花这个祸害嫁出去之后，梁家的生活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柳氏照旧每天有干不完的各种杂活，梁老太就开始使唤千花去山上割猪草了。你个赔钱货，你耳朵聋了是吧？没听见我叫你去山上割猪草吗？啊，猪崽子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一丁点儿东西，厨房这些活儿由你娘做就行，用不着你帮忙。你现在马上给我去山上割猪草去。奶奶，我落水之后身子骨还有些弱，只怕如今还爬不了山，要割猪草您自己去割吧，或者叫大伯娘去割也行啊，我今日恐怕是去不成了。反了天了你啊，居然敢跟长辈顶嘴，就你这个回嘴的劲儿，一看就精气神十足，哪里就身子骨弱了？再不去，小心老婆子我抽你几鞭子。我真的是身子骨弱着呢，不信你把黄大夫请过来给我再把把脉。你还想让我花钱给你请大夫呢？哼，你怕是还在做梦吧？看我今天不打死你！说着，梁老太抄起立在墙角边的竹蒿子，举起来就要准备打他。娘，千花她落水引发了体内的寒症，身子骨确实还弱着呢。我做完午饭，下午就去割猪草，您就别为难孩子了。你给我滚开！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丫头，让她知道顶撞长辈是什么样的后果。你要再拉着，我连你一块儿打。他一竹蒿打了下来，谁知千花也立马拿起地上的扫帚去接了这一杆子。好你个小贱蹄子，居然敢跟长辈还手，还弄坏了家里的扫帚，你简直就是无法无天，大逆不道！给我狠狠的打，好好收拾一下这个小贱蹄子。柳氏，你这个扫把星，看你生的贱丫头，就是个不孝子，不仅公然顶撞长辈，还敢拿扫帚打长辈呢！你这个老钱婆，你以后要是再敢欺负我娘，就别怪我不顾念你是个老人家，看我到时候怎么收拾你！
你个大逆不道的赔钱货，赶紧给我放手！哎呦，我的手都快被你给扭断了！你这是要谋杀亲奶奶了！哼，你还知道自己是我的亲奶奶呀？我告诉你，我可是去阎王爷的店里走了一遭回来的人，孤魂野鬼见着我都怕。你最好别招惹我和我娘，否则我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梁老太被他那阴森森的眼神盯得发怵，他赶紧一边咒骂着，一边跑回了自己的屋子里。呸！真是个没用的老东西，连个小女儿都治不住。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对付这种人，你就得比他更狠。娘，以后奶奶骂你，你就跑远一点，别听。她若是打你，你也不许再忍气吞声了，大不了咱们就离开这个家。千花，他怎么说也是咱们的长辈，咱们若是这样对着干，会被人骂不孝的。娘，老话说父慈子孝，是先有慈后有孝，他对我们都不慈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孝呢？话虽这样说，可是人言可畏，你奶奶若是说我们不孝顺，大家的唾沫星子都能把我们淹死。当初我做主播，直播间里什么样的人都有，被键盘侠骂的也不少。若是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和说法，那我还要不要活了？千花觉得自己得加快找挣钱的法子了，然后带着原主的父母分家单过。为了尽快了解这个时代的信息，他循着原主的记忆，又跑到未婚夫江林家里去了。江林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会读书，平时都是靠着江氏一族的族人们接济才能继续上学。江伯母，您在家吗？哟，是千花来了呀！哎呀，你都快小半年时间没来伯母家里玩了，这次又给我们带了什么好东西呀？伯母，我是来找江林哥借书的，并没有带东西来。千花，你来了。灵儿，千花这次可不是给你送东西来的，她是来找你借书的。借书？什么书？啊，是你堂弟文志要用吗？不是文志要用，是我自己想问问你有没有史记类的书籍，我想了解一下咱们大渊国和周边国家的历史。我没有史记方面的书啊，就算有，借给你你也看不懂啊，你又没上过学，只怕连大字都不识一个吧？我是不识字啊，但我可以让会认字的人念给我听啊。切，谁说姐没上过学呀？姐可是读了10几年书的大学生，就你们这些小学生的水平，还敢大言不惭地嘲笑姐，哼，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一个乡下村姑，在家多学学绣绣花、洗衣做饭和怎么伺候人就行了，了解这些历史做甚啊？那就不是你们娘们该学的东西。千花真的打心眼里讨厌原主这个所谓的未婚夫，哪怕他很会读书，千花也觉得这种人实在不是良配。他喜欢的可是纯爷们类型的男人。能不说话了？哎，你爹的腿受伤，一直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了，听说最近已经能下地走动了，他是不是很快就可以上山打猎挣银子了？是呀，千花，你爹的腿伤也休养这么久了，应该快好了吧？我爹他，江林哥，我爹他的腿只怕再也好不了了，以后只能拄着拐杖走路了，再也没法打猎赚银子了。你说的都是真的？是呀。江伯母，这事儿你们可千万别出去乱说，我爷爷一直瞒着村里人呢，就怕大家以后笑话我爹成了瘸子。江林哥，你可得好好读书呀，我们家以后可就得依靠你了，等你以后高中了，可要帮着我一辈子照顾我爹呀。哎呀，千花，你别说的那么严重嘛。我说认真的，以后我爹没有劳动能力了，你就是我唯一的指望了。我先回去了，江林哥，你好好读书吧。灵儿，这婚咱们得赶紧退了啊，要不然等你高中了，以后他们一家都会赖上你，要你照顾一辈子。娘，你说对，
梁老二如今都成瘸子了，他家居然还想瞒着。哼，如今刘员外家的闺女对我很是上心，咱们明天就去梁家退婚吧。他料到这对母子会想悔婚，但他没想到这江林居然早就找好了下家。今日是翠花出嫁的第3天，是他带着孙旺回门的日子。孙旺拎上给岳父岳母早就准备好的回门礼，20-30公里路，几人走了差不多2-3个小时才到达云峰村。这个女婿虽然长得其貌不扬，个子也不高，但真的很懂礼数啊，回门礼准备得很用心。爹娘，我们回来了。小婿见过岳父岳母。女儿女婿回来了，哎呀，走累了吧？快进屋休息。朱氏热情地招呼他们进屋。进了屋子，孙旺又一一给梁老头和梁老太见礼。院门口突然响起了一阵阵急促的敲门声。哎呦，是亲家来了呀！快进门，我们家这会儿正好在吃午饭嘞，你们吃了没？梁家老爷，真是不好意思，这饭我们就不吃了。我们今日来，主要是给我儿江林和千化退婚的。好端端的为何要退亲呢？江家嫂子，当初可是你自己上门替你儿子求娶我们千化的，如今又说要退婚，难道读书人在学堂里学的就是如何背信弃义吗？原本千化一直给他们家送东西，便一直吊着千化。如今梁老二挣不了银子，给不了他们家什么好处了，他自然要赶紧上门退亲。哎，刘老妹，我们也是没办法，明年江林呐就要参加院试了，等院试考过了，我儿就是秀才了，我儿子以后还要考举人当大官的。你家梁老二摔断腿都好几个月了，如今呢还是只能拄着拐杖走路，我儿子以后可不得有个残疾的岳父啊。江嫂子，老二的腿过几个月说不定就……娘，你不用多跟他们说什么了，这等无情无义之人，我梁千化看不上。我答应退婚，但不是你们江家退婚，是我梁千化看不上江林，我要退江林的婚。你看不上我们江林？哼，笑话！你要是看不上，之前会每个月8班往我家送东西啊。此时梁家院门口已经聚满了来看热闹的村民。江林的娘大声喊出这些话，分明是想败坏千化的名声。江家大妈，你不说我倒是忘了，既然要退婚，麻烦把我送给你们的东西折合成银两退还给我们，不多，给1两银子就行。你千化，你我定亲都快3年了，两家平时也有来往，多少有些情分在。你爹如今瘸了腿，退亲我也是无奈之举啊，你怎么好意思要银子啊？江林知道千化喜欢自己，还想利用这份感情让他放弃要银子。你都好意思来退亲了，我为什么不好意思要银子？再说了，有哪条法律规定岳父摔断了腿就必须退亲的？东西都是你自愿送上门的，我们又没有拿刀架在你脖子上逼你送，我们家不可能退还银子给你，你一个子儿都别想得到。行啊，不给银子也可以，不过什么？我就说嘛，这小蹄子之前那么喜欢我家儿子，怎么可能舍得退婚？看来这小蹄子要银子，不过是想以此为借口留住这门婚事。等你开口，我定要好好羞辱你一番，绝对不会答应。不过我就要敲锣打鼓，挨家挨户地告诉村民们，你家江宁花女人的银子，是个靠女人吃饭的软饭男。若是传到了私塾里，再传到官府，我倒要看看他还能不能参加几个月后的院试呢。你为了要银子，居然如此不择手段！我儿子看不上你，要退婚，你就想毁我儿子的前程。你这等心思歹毒的丫头，别说我们江家看不上，就是换了别家，只怕也没有人敢要。你们这种背信弃义的人家，我梁家更加看不上。别说这么多废话了，赶紧给银子退婚吧，否则别怪我到处宣扬你儿子吃软饭的事情了。娘，给他银子吧，退婚要紧。
他只想赶紧退婚，不想节外生枝。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家里哪里还有1两银子呀？你读书开销太大了，平时都是靠族亲们接济，娘种地之余再做点绣活补贴家用。如今娘身上总共就剩半两多银子了，给了他，家里就一文不剩了。千花，你也听到了，我家总共就剩半两多银子了。你家剩多少银子那是你家的事儿，我只要我的1两银子，不给的话，这婚书我们是不会退还的。江林娘没办法，到底还是给了1两银子。柳氏拿着江林当初给的同心结，当面撕了婚书，两家就此退了亲事。退完婚，江林便带着他娘立马离开了梁家。这有些人呐，自以为自家闺女长得好看就能攀上好婚事，可惜麻雀就是麻雀，是不可能飞上枝头当凤凰的。这不，如今还不是遭人嫌弃被退了亲，是被人抛弃的麻雀呀，以后别说当凤凰了，恐怕连个枝头都没得蹲，想要再嫁人那是痴人说梦。这位大娘，我嫁不嫁人关你什么事儿啊？我是吃你家的米了，还是喝你家的水了？用得着你咸吃萝卜淡操心吗？呵呵，就你这等牙尖嘴利不知礼节的女子，活该被人退亲。以后啊，你一辈子也别想嫁出去。嫁不出去也不劳您费心，你算哪根葱哪根蒜呢？我的婚事轮得到你来说3道4吗？还有，我们家要吃饭了，你别杵在这里嘴馋，我家没煮您的饭，门在那边，好走不送。哼，走就走，谁稀罕待在你家的地儿？而梁老太此刻却是在懊悔，几天前怎么没有答应分家呢？如今千化却连这个未婚夫都没了，他现在真的巴不得赶紧将他们分出去。千化，你发烧吃药花掉了3两银子，如今江家退了1两银子给你，是不是得赶紧还到中宫啊？奶奶，我落水是什么原因您也都知道了，那吃药的3两银子您如果想要，应该找大伯家去要，我可是受害者，那个药钱怎么也轮不到咱们掏呀，所以那3两银子我们是一个铜子儿都不可能还给中宫的。哼，我没找翠花要精神损失费就不错了，还想让我还钱？好了，都给我闭嘴，以后谁都不许再提这件事了。老婆子，你也不许再找老二家要银子了，今天可是翠花回门的好日子。朱氏也是心情愉快，如今自家闺女嫁了这么好的人，千化却被退婚，声名狼藉，她心里如何能不痛快？娘，二叔腿伤之后，您不是一直想分家吗？现在机会来了。什么机会呀？千化他都提了分家，你爷爷宁愿把你嫁出去也不答应，还能有什么机会？娘，千化现在不是被退婚了吗？这就是分家的好机会啊。千化退婚和分家能有什么关系啊？你这个死丫头，卖什么鬼关子？有话就说，有屁快放。他退婚名声已经变臭了，爷爷这人呢，最在乎的就是名声了。何况二哥如今在私塾读书，很得爷爷器重。娘，你只要让二哥跟爷爷诉苦，说同窗都拿他堂妹退婚的事笑话他，他没法安心读书，不就可以要求分家了吗？爷爷为了二哥啊，到时候不答应也得答应了。翠花赶紧一脸得意地把她想到的办法说了出来。对呀，娘怎么没想到呢？这还真是个分家的好办法。娘，你明晚等二哥下了学，就跟二哥说这个事儿。我先跟孙旺回家了啊。娘知道了，你们路上小心点啊。他想象着千化被生活搓磨得不成人形的样子，心里就一阵痛快。晚饭时间到了，一大家子坐在桌子前，文治突然开口了：爷爷，明天我不想去私塾了。发生什么事了？好端端的，你为什么不想去私塾啊？同窗们都知道江林退了千化的婚事，都拿这个事情笑话我。
他们都说我们梁家的女儿品行不端，所以人家江同生才会看不上。我实在没心情去读书了。私塾的人都知道了，夫子也知道了，这件事不会影响你以后参加考试吧？夫子估计也有所耳闻吧，考试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爷爷，您说现在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只能把他们一家三口分出去过日子。爹娘，你们也别怪我不顾及二弟一家。我们家文志是家里唯一的读书人，他呀就是咱们梁家改头换面的希望。我们可不能因为签画退婚的事情影响他读书啊。大嫂，二哥腿伤还未痊愈，如今他既不能下地干农活，又不能上山打猎，若是把他们一家三口分出去，让他们怎么生活呀？三弟妹，如今签画被退婚，闹得人尽皆知，文志在学堂都没脸待了，你居然还向着他们一家，你是盼着咱们文志读书读不成吗？之前要不是他儿子文杰作证，翠花也不会挨打，更不会匆匆忙忙嫁出去，自己也不会被婆母骂。他现在是看着陈氏哪儿都不爽。哼，一肚子坏心眼儿，在公婆面前就假装温顺贤良。我看呐，朱氏说的对，文志明年就要继续参加考试呢，他如今连学堂都不想去了，这到时候考砸了怎么办呢？啊，咱们可不能因为顾及老二就耽误了文志啊。老头子，咱们只能把老二一家分出去单过了。老二，你怎么看？爹，这事我随您做主，若是您想要把我们分出去，我绝无怨言。老二，爹也是没办法，家里就文志一个读书人，如今千华被退婚，搞得人尽皆知，爹只能把你分出去了，你们也不要怪爹。爹，您做主就好。爹，既然要分家，那就把我和文杰也分出去单过吧。说是只把二哥一家分出去，村子里的人肯定也会说到咱们家的，倒不如都分家算了。这些年老三每年寄回来的银子都被婆母拿走了，全花在了文志读书上，他们母子可是一个子儿都没有看到。陈氏，老三如今不在家，你这身子骨也重不了，你和文杰就别出去了，还是跟着我们一起过吧。爹，我和文杰还是分出去吧，分给我们的地可以暂时请我家中的兄弟帮忙种，等老三回来就能让老三自己种了。再说老三每年10月份不是都会给我们娘俩寄5两银子吗？若是分了家，我们母子二人拿着这5两银子，哪怕不种地也能撑过去。三弟妹，你还是别分出去了，继续跟我们一起过吧。你一个妇道人家带着个孩子，只怕会很难呐。陈氏，依我看，你和文杰还是跟我们一起过吧。多谢大嫂和娘的好意，二哥都分出去了，若是我和文杰不分出去单过，那这个分家就没什么意义了，倒不如都别分了，二哥一家还是留在老宅，咱们还是一大家子过。既然如此，那就分家吧。老大文勇，你现在立刻去请族老们过来。文志，你去李正家里请李正过来，咱们今晚就把家分了。爹，今天天色已经有些晚了，分家会不会有点太着急了？既然决定了要分，自然是越快越好。你们3个快点去吧，别耽误时间。千华看着缺心眼的梁老二有些哭笑不得。现在文志拿不去私塾相逼，你说梁老头他能不着急吗？只怕他现在巴不得马上把他们一家子分出去呢。东财兄，这是怎么了？怎么好端端的要分家呀？树大分叉，子大分家，我和老婆子都老了，管着一大家子太累，分家让小辈们各过各的，我们也能清闲清闲。今日我梁家正式分家，还请各位族长和李正过来做个见证。
叨扰各位了。家里就是这一座院子，按照习俗，房子归老大和老小，老二出门自立门户。老二，你没意见吧？爹，我没意见。家中的房屋，正屋归我和老婆子，东屋归老大一家，西屋归老三家。我和老婆子以后若是不在了，正屋也归老大一家。老三如今服兵役不在家，老二腿脚不便。师父，你是大哥，你得出力帮着老二家把房子建好。家中共有13亩田地，这些地都是我和老婆子经过多次土地买卖，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如今我和你们娘年纪也大了，种地也种不太动了，我们老两口就不分了，都给你们兄弟3个。这地呀，咱们得按男丁人头来分。老大家男丁最多，就分靠近东边的6亩地，老三家分靠近北边的4亩地，老二，你一家就分西边山脚下的3亩。梁老二和柳氏心里很不是滋味，按男丁人头分，他们没意见。可是没想到一向公正的爹，居然会把最差的3亩地全分给自家。难怪老话说老大疼，老小娇，中间夹着受气包。我爹夹在中间，可不就是爹不疼娘不爱吗？这梁老头看似公正，实际上还是更偏疼梁老大和梁老三一家。谁叫他们家都有儿子呢？爹没儿子，就我这一个闺女，也难怪梁老头如此分法了。唉，罢了罢了，本来大元王朝分家，老大家就得得1大半以上的家产，梁老头这样已经算是很好的了。好在那边田地旁有条小溪，以后浇灌田地还算方便。爹，各位族老和里长都在，这地呀已经分好了，咱们还是赶紧先签个地契文书吧。大的家产基本都分得差不多了，家里还有一些家禽，养的1头猪才刚抓回来没多久，还是小猪崽子。我和老婆子现在不种地，猪我们来养，养肥了杀了猪，给你们兄弟几个1人几斤肉，剩下的肉卖了银子补贴我和老婆子平时的家用。至于家里的鸡鸭，老婆子你分一些给陈氏和文杰，老二一家人搬走的时候，你分一些给他们。老头子，我醒得的。至于后面给不给，给多少，那就是我说了算。至于赡养我和你娘的问题，你们兄弟几个每年给我们2石粮食便可，没有粮食就给2两银子。若是我们病了，你们兄弟几个就分摊诊费和药费。老大，你们一家是跟陈氏一样单独分出去开灶，还是仍旧跟我们老两口一起吃？若是还一起吃，养老粮食你们就不用给了。爹，我们一起吃，您和娘还是跟我们生活，这样也好有个照应。好好好，那我们2老仍旧和大房一起过日子。老二，你们的房子打算建在哪里呀？爷爷，我们的新房子就建在西边山脚下那3亩田地的边上吧。那边山脚下正好有块大大的坡地，很适合建房子。行，都听牵话的。李正大人，那就劳您把西边山脚下的那块空地划出来给老二家建房子，还要劳您写个地契。好的。各位族老和里长，今日多谢你们过来我们梁家做这个见证人。梁老弟客气了，建房子我们定会叫家里人过来帮忙的。这个大家庭在大伙的见证下就这么分完了。陈香，分家以后只怕要苦了你了。现在我腿脚不便，没法下地帮忙干活，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你。军哥，
你别这么说，只要能跟你在一起，什么苦我都愿意吃。若真要说对不起，这么些年，应该是我对不起你。爹，你就放心吧，家里还有我呢，我也能帮娘干活的呀。千华，爹也对不起你，这些年，你们娘俩跟着爹都受苦了。爹知道，爷爷奶奶都偏心眼儿，尤其是你奶奶。可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爹也拿他们没办法呀。如今分家出来，家里全都要靠你们2个女人撑着，爹实在是愧疚啊。爹，你好好养好腿伤就行，我和娘都不怕吃苦的。娘，你说对不对？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娘不苦，一点都不苦。大概花了10来天的功夫，梁老二家的茅草房就建好了。罢了，这个小茅草房只是暂时住着，等我以后想办法挣了银子，肯定会重新建个大大的青砖瓦房院子，暂时就先凑合着住吧。柳氏撒完蔬菜种子回屋，就看到父女2个坐在堂屋破旧的桌子前剥板栗。爹娘，咱们这里吃板栗只有板栗煮饭一种吃法吗？还有没有别的吃法呀？当然不是了，这板栗剥了皮，不光可以煮在饭里当主食吃，还能炒菜吃呢。板栗烧鸡、板栗炒肉都可以啊。只不过咱家没有鸡和猪肉，做不了这2道菜。不过清炒板栗也是有的，但需要放许多油，没有油炒出来也不好吃，还不如放在饭里煮熟了吃呢。这板栗不剥壳，直接用水煮熟，也能当零食吃。有些糕点铺还用板栗做栗子糕出来卖。娘，难道就没有糖炒板栗的吃法吗？啥？糖炒板栗？这板栗还能用糖炒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呀。他爹，你听过吗？没听过，糖那可是金贵玩意儿啊，咱们小老百姓平时都难得吃上一回，哪里还会舍得用来炒栗子呀？难不成这是大户人家的吃法？千华，你这是听谁说的？千华心中暗喜，这下他总算知道可以用什么方法挣钱了。关键是，他现在怎么跟爹娘解释他会糖炒栗子这件事儿呢？爹娘，我前段时间不是落水了吗？当时我真的被黑白无常勾去了阎王殿，但阎王老爷说我命不该绝，是黑白无常勾错了魂。阎王老爷说他会补偿我。这段时间我一睡觉就会做些奇奇怪怪的梦，在梦里我学会了很多东西，这个糖炒栗子只是其中之一。千华，这是真的吗？这糖炒栗子真的是你在梦里学的？你还在梦里学了别的什么？是啊，千华，你赶快跟爹娘说说，你在梦里还学了些什么？爹娘，我在梦里还学会了认字和背书，还有唱歌舞蹈。我每次只要一做梦，就能新学一项技能。哎呦，家里没有纸笔，我和你爹也都不识字儿，你说识字写出来我们也不认识。你既说学会了背书，那《三字经》你可会背？娘，我会背的。《三字经》在现代就是小学生都会背，更别说我一个大学生了。那你赶紧背诵一段给我和你爹听听。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自家闺女可从来没有读过书，如今却真的能流利地背诵出来。他们觉得千华所描述的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天寿，没想到他们的闺女竟得了这么大的造化。小两口当即喜得立马磕头跪拜天地，以感谢老天爷的恩赐呢。千华，你也跪下磕头感谢老天爷，这可是天大的造化呀。千华无奈，只得随着柳氏一起对着老天爷磕头。千华，你得了天寿这件事儿千万不能说出去，免得遭人嫉恨。你娘说的对，这件事除了我们一家人以外，万不可再让第三人知道了。爹娘，我知道了，你们放心吧，我不会再告诉其他人了。
他巴不得爹娘以为他是得了天寿替他保命。爹娘，我如今既然学会了糖炒板栗的做法，我打算做些糖炒板栗拿出去卖。这糖炒板栗虽说是你得了天寿学的，可毕竟没有真正做出来过，到底好不好吃咱们都不知道啊。这板栗在咱们云峰村就不是什么稀罕物，若是你说的这个糖炒板栗没什么特别的，估计也是没人会买的。爹，您说的对，所以我打算先炒一锅出来，咱们自家人先尝一尝，若是您和娘都觉得好吃，我再拿出去卖。行，就按照你说的这个办法去做。千华，这糖炒板栗应该是要放糖炒的吧？糖可是比盐还贵10文钱呢，说是做出来不好吃卖不掉，这买糖的银子岂不是都浪费了吗？娘，是要放糖的，但是放的不多，1斤糖做成糖稀，可以炒好几10斤的板栗呢。再说了，就算卖不掉，咱们自己家里人吃了也不叫浪费了呀。就他那糖炒板栗的手艺，早就练得炉火纯青了。千华和柳氏一人拿着1篮子沙石，一人拿着1篮子板栗去了厨房。梁老二也拄着拐杖，慢悠悠地跟着妻女后头去了厨房。娘，你就帮忙挑板栗，按个头来挑，挑出5斤大小差不多的板栗。哎，好的。爹也来帮忙挑板栗。爹，您就别挑拣板栗了，娘挑好的板栗，您就拿菜刀在板栗上面划开一个小口子，就像我这样的长度就行。给板栗上划开口子做什么？是啊，千华，这好好的板栗为啥拿刀划开呀？如果不划开口子，炒板栗的时候受热就会有很多爆裂开。再说了，划个小口子，吃板栗壳的时候会更方便啊。行，你娘挑板栗，爹就给板栗划口子。千华自己则去灶间生了火，他首先要制作糖稀。他在锅里倒了一些水，等水开了之后，把饴糖倒入水中，搅拌至糖融化，又用小火煮了一会儿，直到糖已经变成了自己想要的粘稠度，便用碗装了起来。接下来就要开始炒沙子了。他把处理好的沙子倒入锅内，倒了大概10斤左右，又放了1勺子清油进去。娘，您赶紧不断翻炒，要不然板栗就会容易烧焦的。好嘞，娘知道了。板栗和沙子就在锅里唰啦唰啦地作响。不一会儿，一股浓浓的香甜味飘了出来，整个厨房里充满了板栗的清香。哎呦，好香啊！待板栗7、8成熟后，千华开始往锅里头加入了糖稀。他大概分了3次加入糖稀，放了糖稀的栗子香味更浓郁了。他们感觉这锅下的柴烟仿佛都是香的。爹娘，板栗已经炒熟了，可以出锅了，咱们赶紧挑出来放在竹篮里吧。哎呀，烫，好烫！哎呦，太香了，太甜了！天哪，原来糖炒板栗这么美味！大爹，你也赶紧剥一个尝尝。梁老儿见柳氏如此模样，也拿起一个板栗剥开，放进嘴里品尝。确实好吃啊，不仅粉粉的、香香的，还甜甜的。爹娘，那你们觉得这糖炒板栗若是拿出去卖，能卖出去吗？能。那你们觉得这板栗应该卖几文钱1斤比较合适啊？5文1斤应该差不多了吧？去镇上卖6、7文应该不成问题啊。我不打算去镇上卖，准备拉去县城卖。县城里有钱的人多，我打算卖10文钱1斤。10文？会不会太贵了？若是大家都嫌贵不买怎么办？娘，我这糖炒板栗可是新鲜吃食，制作方法那也是独一无二的。吃不起的穷苦人家，哪怕我只卖5文钱1斤，大家照样会嫌贵。而有钱人家平时吃个糕点之类的，哪怕1、2两银子1斤，人家也照样买了吃。咱们的板栗虽说是自己树上的，不要本钱，可若是卖完了，咱们还是得花钱去收购啊。还有柴火也需要去山上捡，每一颗板栗都需要清洗干净，按照大小果挑出来，还有一个个的划口子，这些都需要人工和时间的。咱们去县城摆摊子，坐牛车来回，每天也需要路费钱。
这样算下来，10文钱1斤真的不算贵。沉香，闺女说的有道理，咱们就听闺女的吧。好吧，那就听你的。舞蹈是他的爱好之一，即使到了这个时空，他也不会丢了自己的这项才艺。原主这具身体的柔韧性很好，简直就是天生跳舞的料子。即使现在不能靠跳舞挣钱，他也会继续坚持下去。第二天一大早，一家3口早上吃完，他和闺女带上2个饼子去县城当干粮。第一锅他不打算炒太多的板栗，炒10斤左右就行。毕竟是第一天做生意，他心里也没底。随着火升起来，柳氏开始翻炒沙子，还没等沙子炒热，传说中收保护费的蔡小爷就出现了。新面孔啊！哎，听说过我蔡小爷吧？知道在这儿摆摊子的规矩吗？啊？哟，是蔡小爷来了呀！这摆摊子的规矩我们当然知道，早就打听好了才敢出来摆着的。哟，小爷我听到这细细软软的声音，还以为是个女娃子。你说你一个大小伙子，说话那么娘里娘气的干嘛？柳氏见状，心里更加害怕了。他不禁暗自庆幸，还好闺女是女扮男装，要不然遇上强抢民女的恶霸可咋办？哎呀，糟糕！我光顾着把外表伪装得像男人，却忘了原主的声音特别的软糯，又轻又脆的，一开口就容易露馅儿。现在该怎么办呢？蔡小爷打量着眼前这个黑不溜秋、满身灰扑扑的毛头小子，见他迟迟没有回答，脸上已经有些不悦了。他这人平时最讨厌阴柔气太重的男人。蔡小爷，我这不是为了赶早出来摆摊儿，还没吃早饭呢。刚刚说话就是有点有气无力而已。对嘛，现在说话才像个爷们儿。小爷我最讨厌娘里娘气的男人。哎，以后别再像个娘们儿一样了啊！嘿，蔡小爷教训的是，这是我们孝敬您的。以后咱家在这街边摆摊儿，还得劳您和您的一众兄弟们多多关照了。千花一边粗哑着声音回话，一边从怀里摸出2个铜板，恭恭敬敬地递了过去。今日幸亏这蔡小爷提醒，以后我女扮男装说话都得注意些，尽量刻意地压低声音，粗哑着嗓子说话，这样才不会穿帮。好说好说。蔡小爷接过铜板揣进怀里，一脸吊儿郎当的应道：你这锅里炒的是啥玩意儿？黑乎乎的。哎，这能吃吗？哎，使不得使不得，蔡小爷，这个是不能吃的。蔡小爷，这东西是我们家秘制的黑石，是用来炒板栗的。我这摊子做的是糖炒板栗的小买卖，等栗子下锅炒熟了，您再过来尝尝鲜。哦，原来是秘制的黑石啊！你这糖炒板栗，小爷我倒是第一次听说。行，等你炒熟了板栗，小爷我再过来尝尝鲜儿。蔡小爷将手里抓着一小把黑石又丢回了铁锅里，转身就往前面寻摊子收费去了。娘，您不用害怕，这人就是收摊子保护费的，人称蔡小爷。以后咱们过来摆摊儿，每天上交2文钱的摊子费给他就行。千花，你怎么认识那人，还知道他叫蔡小爷的？娘，我也不认识他，刚刚不是他自报家门我才知道的吗？我以前在村子里听进城的老人说起过他。哦，娘知道了。又炒了10几分钟，栗子的香甜味儿渐渐飘散了出来。大妹子，您锅里这板栗我认识，可这黑乎乎的小颗粒是什么东西啊？哎呦，怎么炒出来的板栗这么香啊？哎，婶子，这是我们家的秘制黑石，用这个炒出来的板栗又香又甜。等炒熟出锅了，我免费送您几颗尝尝。好嘞，婶子就先谢谢你了。哎呦，你这板栗闻着就香，看着还诱人，真是馋人呐。鲜花家的摊子前渐渐聚集了越来越多看热闹的行人。您这板栗里头黑乎乎的小颗粒是什么东西啊？板栗又是怎么卖的？大叔，我这板栗里头放的是秘制的黑石，用这个炒出来的板栗又香又甜还软糯，
包您吃了还想吃。我这板栗10文钱1斤。居然卖这么贵？生板栗在县城2文钱就能买1斤了，你这居然要10文，我还不如买些生板栗回家自己炒了吃。是，卖的太贵了。大叔，您有所不知，我这板栗啊叫做糖炒板栗，里面不光放了秘制的黑石一起炒，还放了不少糖呢。糖多少钱1斤，你们也都知道吧？就算放了糖也用不了10文钱1斤这么贵吧？你要是卖5文钱1斤，我就买1斤尝尝看。是啊，卖5文钱1斤呗，咱们买2尝尝。有人带头砍价，众人自然很乐意，也跟着起哄让千化降价。不好意思啊，价钱1分都少不了。我家这糖炒板栗的味道可不是您自己家就能炒出来的。大叔您要是真嫌贵，买了生板栗自己回家炒也是可以的。咱们做买卖都讲究一个心甘情愿，我不能强卖给您，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各位乡亲，各位父老，各位大哥大姐、大婶大叔、爷爷奶奶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10文钱1斤的糖炒板栗，大人老人小孩没事可以嚼一嚼的小零食，吃了养胃又健脾。10文钱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包您买了还想买，吃了还想吃，又香又甜又糯的糖炒板栗嘞！婶子，咱们这锅板栗已经炒熟了，这几颗免费给您尝尝。哎呦妈呀，这也太好吃了吧，真的是又香又甜又糯。来，免费试吃喽，好吃您就买回家，不好吃试吃也不要钱。千化陆陆续续地将试吃的板栗分发给围观的群众们，众人试吃之后都赞不绝口。给我来2斤板栗。好嘞，我马上给您过秤。千化和柳氏赶紧从锅里挑出板栗，过秤之后用油纸包了起来。太香了吧，这真的太好吃了。众人见他吃得津津有味，陆陆续续开始有人买了。一会儿功夫，10斤板栗就卖完了。我听说你们在这卖糖炒板栗，味道特别香，请问还有吗？我想买1斤带回去给我母亲尝尝鲜。大叔，不好意思啊，刚刚这锅我们已经卖完了，我们现在马上再炒第2锅，2刻多钟就能炒好。大叔您可以等会儿再过来买。行，那我先逛逛，若是我没赶得上，麻烦你们这锅炒熟之后先给我留1斤，我一定会过来拿的。好嘞，大叔，您放心吧，这锅炒熟之后我肯定给您留1斤。柳氏见第1锅板栗这么快就卖光了，赶紧开始翻炒第2锅。第2锅很快又卖的只剩1斤了。千化用油纸把最后1斤包了起来。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过来要买剩下1斤板栗。这位爷爷，实在不好意思啊，这1斤是有人预定了的，我们准备再炒下1锅，您可以半小时以后再来买。千化，你怎么不卖给这位老人家？先前那位买板栗的人要是不来买怎么办？咱们做生意要灵活呀，谁先给钱就卖给谁呀。娘，咱们做生意得讲究信用，既然答应了那位大叔，咱们就得做到。您放心吧，他既然说了让咱们留1斤，肯定会回来买的。果然不出所料，等第3锅板栗刚开始炒了几分钟，那位大叔果然过来了。板栗又卖完了吗？我是不是又错过了时间？没呢，我给您留了1斤。小兄弟，多谢你们给我留1斤，这是10文铜钱，你收好喽。好嘞，大叔您慢走啊，好吃的话下次再过来。炒到最后1锅的时候，蔡小爷带着小弟过来了。听说你这糖炒板栗今天卖的可好了，我大老远就闻见香味了。蔡小爷从围观的人群里挤了进来，站到了炉子最前面。他身后的小弟也准备挤进来。都给我站在人群外等着，没看见这么多人等着买东西吗？还往里面挤，真是没有眼力见儿。嘿嘿，蔡小爷，托您的福，今天生意顺利，这锅马上就炒好了，我等下给您包1斤，您拿着和弟兄们也尝尝鲜。好嘞，那我就等着了啊。最后1锅终于出锅了，千化包了1斤递给了蔡小爷。哟，刚出锅的啊，还有些烫，您小心些拿。
蔡小爷接过板栗，从怀里数了10个铜板，递给了千画。啊，这是板栗钱。嗨，哪能要您的银子啊？您收回去吧。吃东西不给钱，那岂不是恶霸吗？我蔡小爷可不是这样的人，给你的你就收好了啊。哼，这蔡小爷虽然带着小弟们收摊位费，看上去也是痞痞的，没想到做事儿还挺有原则。下一锅可以给我留1斤吗？我等了半天都没买到。各位乡亲父老，不好意思啊，咱们今天的糖炒板栗已经卖光了，想吃的朋友可以明天再过来买。那些围观的群众只能有些失望地走了。千画，咱们今天带少了板栗，明天啊，咱们多带一些过来。柳氏的手已经累得有些抬不起来了，但他心里却开心极了。没想到自家闺女做出来的糖炒板栗会卖得这么好。千画、春香，你们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是板栗不好卖吗？爹，您猜错了，是太好卖了，我们1个上午就全卖空了。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爹还担心你们卖不动呢。千画道出了今天赚的所有铜钱，不多不少，一共是540个铜板。千画，这个钱是你赚的，你收着吧。赚的这些钱他打算先攒着，等家里的板栗卖完了，他打算留着收购村子里的板栗用。爹，明天您跟我们一块儿坐牛车去镇上，咱们带一把凳子去，您就坐在凳子上翻炒板栗。娘今天一个人炒的手都差点抬不起来了。好，爹明天跟过去帮忙。春香，辛苦你了。大爹，咱们的板栗都卖出去了，我累也累得很开心。今天咱们带少了板栗，咱们明天呀，多带点去县城卖。明天是得多带些板栗去卖。哎，爹，今天上午您给板栗划口子划了多少斤出来啊？划了8、90斤了。那您再划30斤出来吧，我明天打算带120斤板栗去县城。好嘞。爹，您会做小马扎吗？我和娘今天没带凳子过去，站得可累了。您要会做小马扎，就做2个出来。小马扎很简单，这个难不倒爹。等爹给板栗开了口子，就做2个小马扎出来，明天带去县城用。娘，您就去后山多拾些柴火回来，我准备去厨房再炒些熟沙出来，明天咱们一锅炒20斤板栗。好，娘这就去后山拾柴火。1日清晨，到了昨日摆摊的位置，千画傻眼了，一个卖煎饼的中年男子居然在抢他家的摊位。千画，尽量不要跟人起冲突，实在不行咱们就换个位置。娘，您放心吧，我有分寸。千画径直走向隔壁卖蔬菜瓜果的摊位。婶子，请问在这城里摆摊位置不是固定的吗？其他人可以随意侵占别人的摊位吗？当然不能啦，咱们这摊位基本都是固定的，除非是有人当天不来，就可以用别人的摊位。多谢嫂子告知了。千画转身便走到了占自己摊位的煎饼摊子前。大叔，您是不是走错了摊位啊？这是我家的摊位，我们昨天才在这里摆了摊的。你说是你的摊位就是你的，啊，写你名字了吗？这摊位现在是我的了。他昨天在距离千画家摊子不远处的地方摆摊卖煎饼，眼看着千画家摊子前人来人往，生意极好，所以他打定主意今天早点过来抢占他家的摊位。千画，这个摊子就让给他吧，咱们换个地方再摆。娘，摊位本来就是咱们的，凭什么让给他呀？这摊子是没写我的名字，可是也没写你的名字啊。你要不走，我今天就把东西摆在你这摊子前面做生意了啊！我看谁敢在我的地盘上砸摊子？是你要砸摊子啊？蔡小爷，我没砸摊子，我是跟他们说笑的。你占了人家摊位，心里没点逼数吗？啊，说说为啥占人家摊位？我这儿的规矩你难道不知道吗？给不出合理的解释，以后你就别想在这县城里头摆摊做生意了。
哎呦，蔡小爷，你饶命啊！小的不过就是看他家这个摊位的位置更好，昨日这边人来人往的，他家摊子的生意爆火，我这才想着摆在这里的。那人家现在过来了，你还不赶快滚？是不是要小爷我叫弟兄们把你抬走啊？我马上就滚，马上就滚。蔡小爷，多谢您替我们主持公道。不客气，在我的地盘上，就得按我的规矩办事儿。不过，这个摊位我现在不打算要了。既然这位大叔觉得我家生意好是因为位置好，那我就把这个位置送给他了。小哥，这么好的摊位，您真不要了？这送给我了？是，送你了，也省得你挪摊子了。你确定不要了？你刚才不是还拒不相让吗？别人抢占我的东西，我当然不能相让。如今蔡小爷您已经替我讨回了公道，我不要是另外一回事儿。咱们做吃食摆摊位置固然很重要，但食物的口感和口碑更重要。不是有好位置就一定会有好生意，但有好味道一定会有好生意。既然这位大叔非要觉得占了我家的位置就会有好生意，那就祝他财源滚滚来呗。娘，咱们再去找个别的位置吧。你们去东边醉仙居酒楼斜对面摆吧，那里有个好摊位。行，那我就听蔡小爷您的，去酒楼那边摆摊。放心，以后没有人敢再抢你们的摊位，谁要是敢抢，小爷我定要不轻饶他。嘿，有您这句话，以后我就放心多了。今日真的太感谢您了。感谢就不必了啊，你家的唐朝板栗口感很好，小爷我今天也要让几个兄弟们饱饱口福。第一锅板栗给我留5斤出来就行，我巡完街马上就过来拿。行，板栗肯定给您留出来。那这是今天的保护费，您收好。蔡小爷接过铜钱，带着小弟继续一边收保护费一边巡街去了。蔡小爷说的位置，千画只一眼就觉得这个位置真的极好。他开心地帮着柳氏将东西全部摆好，等火升起来之后，一切准备就绪，梁老二就坐在高凳子上开始翻炒。果然不出他所料，待栗子炒至7、8分熟时，浓郁的香气随着空气钻进了醉仙居里。好香啊！是什么吃食这么香？闻起来好像是甜点的味道。醉仙居又出新糕点了吗？真香啊！叫小二的进来，我们桌要点一份。少爷，奴才去问一下掌柜。小姐，奴婢去问下店小二。老爷夫人，老奴出去给您打听打听。回禀少爷，那香气不是从醉仙居飘过来的，是对面街上有个小摊子在卖糖炒栗子呢。回禀小姐，是糖炒栗子飘来的香气。回禀老爷夫人，老奴都打听好了，是醉仙居酒楼对面一家卖糖炒栗子的摊子飘来的香气，10文钱1斤。一时之间，酒楼里就餐的各位公子、小姐、老爷夫人们都知道新出了个卖糖炒栗子的摊子，他们都让自己的仆人下楼去买点尝尝鲜。第一锅终于炒好了，千画留出了6斤给蔡小爷，也多亏他给自己指了这么好的一个摊位，剩下的14斤没一会儿功夫就卖空了。蔡小爷，今天摊子的事情真的很谢谢你，我给您包了6斤板栗，还有1斤是送您的。行，小爷今天就占你一回便宜，以后啊，谁敢抢你的摊位，只管跟我说，看我不打得他满地找牙。那些在醉仙楼里的客人尝了糖炒板栗后，都一致觉得好吃，又使着身边的仆人多买些，于是第3锅、第4锅板栗也很快售卖一空。千画，你留5斤板栗干嘛？爹娘，咱们每天把铁炉子、铁锅、铲、凳子和这2个马扎搬回去又搬回来，挺麻烦的。观察了一下，咱们对面那间酒楼也做早餐生意，开门挺早的。我想把这5斤板栗送给对面酒楼的掌柜，看每日收工能不能把咱们这些不需要带回家的工具都寄存在他家酒楼的柴房里。还是闺女你想的周到，只不过他们会答应让我们寄存吗？爹，答不答应总要试了才知道啊，
实在不答应，咱们就还是麻烦一点，每天收工带回家，第二天又带回来呗。这边一家三口正在一边卖剩下的板栗，一边讨论着。而醉仙居门口，此时来了一辆华丽的马车，马车上走下来一位身着华服的小公子。见过少东家的，少东家，您近日又过来巡店吗？今天店里生意怎么样？可有什么异常？回禀少东家，今日店里生意和往常差不多。若说异常啊，就是咱们酒楼斜对面的街角处又开了一家卖唐朝板栗的摊子，这摊子上的生意特别火，把咱们店里的食客都吸引过去了，不少客官都差使着家里的仆人们去买了吃。啊，是吗？难不成我刚刚闻到的香味儿就是从那摊子上传来的？是的，少东家，就是那摊子上散发过来的香气，闻着都能勾起人的食欲。咱们家的客人啊，就是被这个香味吸引过去的。元吉啊，你也去买2斤过来，我倒要尝尝看这唐朝板栗究竟有多好吃。是，公子，小的马上就去买。叫元吉的小厮立马跑着去买板栗去了。不一会儿，元吉就垂头丧气地进了酒楼。公子，我没买到板栗，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卖完了，正在收拾东西准备收摊呢。生意这么好吗？1天不到就卖完收工回家了？收摊这么早的摊子不多见呢。就在对话间，千画已经拿着油纸包进了酒楼。掌柜的，这是我们自家卖的唐朝板栗，我给您包了5斤送过来，能不能麻烦您一件事啊？哦，小兄弟，您先说说，您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啊？是这样的，我家住在大山里，离县城有点远，我们在这儿摆摊儿，每天炉子、铁锅等一些工具拿过来又拿回去，很不方便。能不能寄存在你家酒楼的柴房啊？我每日给几文寄存费也是可以的。这小兄弟啊，抱歉，我也做不了这个主啊。这样啊，那就不麻烦您了，这板栗您还是拿着吧，以后我们在您家酒楼斜对面摆摊子，还劳您多担待些。不，我不能收啊。老庄啊，板栗收下了，他所求之事我应下了。是，少东家。小兄弟，这是我们少东家，今儿个你运气好，咱们少东家仁慈，应了你的请求。多谢少东家，不知这寄存费我该给几文合适啊？寄存费就不必了，但你得告诉我，周围这么多家商铺你不去，为何偏偏挑中我们酒楼寄存东西啊？1天几文寄存费，他们酒楼还真的看不上。但他很好奇这个小兄弟为啥会选自己家的酒楼。是这样的，其一是我见贵酒楼也做早点生意，开门比较早，我们摆摊子也需要很早来城里开张的。其二，我见贵酒楼门前人来人往，进进出出的人络绎不绝，想必贵酒楼每天生意都极好，必定每天都会开门做生意。附近几家店铺门庭清冷，而且都是老板自己看店，若是家中有事，可能就不会开张了。我家工具若是寄存在别家铺子，万一哪天人家关门不开张，拿不到东西，我家岂不是没法摆摊子了吗？原来如此，小兄弟真是聪慧过人呐。少东家过奖了，多谢少东家答应帮忙。那少东家和掌柜，我就先回摊子拿东西过来存放了啊。元吉啊，你也尝尝这唐朝板栗的味道。元吉听话的拿起一颗板栗，剥了壳喂进嘴里。天哪，公子，这个唐朝板栗也太好吃了吧，又香甜又软糯，这比咱们酒楼的板栗烧鸡里边的板栗都更好吃。确实好吃。等下回府，你把剩下的这些给爹娘和祖母分送过去，让他们也尝尝鲜。好嘞，公子，我到了府上立马就去送，老夫人和夫人肯定会很高兴，他们平时啊就爱吃些小零嘴。元吉啊，这板栗他们卖多少钱1斤？回少爷话，10文钱1斤。
这小摊贩倒是舍得。5金就是50文，对于一个小摊子来说，50文可不少了。今天赚的银钱除开花销，正好是824文，加上昨天挣的540文和手里剩的587文，总共是1951文钱。千花，你跟娘一起跪下磕个头，咱们真的得感谢老天爷。若不是你得了天寿，学会了这个唐朝板栗，咱们一家人的日子现在还不知道过得有多艰难呢。爹娘，咱们这唐朝板栗靠的就是这个沙子，别人若是问起，你们就说这是咱们秘制的黑石，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这是河沙。以后咱们挣的钱，肯定会有人想模仿咱们做炒板栗的生意，他们晚一步发现这个沙子的秘密，咱们就能多挣一天钱。好，爹娘肯定不会告诉外人的。爹，不光是外人，就是爷爷奶奶、大伯、大伯娘他们来问，你都说不知道，你就说啊，这是我捣鼓出来的法子，你不清楚。爹娘，你们记住没？我们知道。知道。次日一大早，一家3口照旧去城里摆摊。小兄弟，原来你家摊子搬到这里来了。我去你们之前摆摊的地方想买板栗，结果那个位置现在是一家卖煎饼的在摆摊儿。问了之后才知道，你们如今在醉仙居对面，可让我好找啊。大叔，我们以后都在这个位置出摊儿，您再想来买板栗，直接来这里就行。好嘞，上次在你家买的板栗带回去，家母很喜欢吃，今天我再买2斤拿回家。嘿，好嘞，大叔您稍等啊，我马上给您过秤包好。大叔，喜欢下次再来买。下午楚玉成过来醉仙居巡店，又让袁吉去摊子上买了10斤板栗回来。我瞧着您是醉仙居少东家旁边伺候的小哥，特意多包了2斤送给你们少东家的，多谢他让我们寄存工具在贵酒楼，真的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方便。那就谢谢你们多送的板栗了。少爷，唐朝板栗那家的小摊贩给我们多包了2斤板栗，说是感谢公子的。这个小摊贩处事圆滑，八面玲珑，以后必定是块经商的料子。要不是现在年龄还太小，我还真想把人请过来，替我管理其他的店铺。最后一锅板栗，千化留出了5斤，用油纸包着准备送给周掌柜。昨天不是已经送了5斤了吗？刚刚又多送了他们2斤，难不成咱们以后天天都要送人家板栗？这可是50文钱嘞！说是这样，咱们还不如天天把工具带回家算了。娘，就送今天，明天就不送了，带回家太麻烦了。咱们这5斤板栗炒出来，成本也就10几文钱左右，不过花些力气而已，您就别舍不得了。春香，就听咱们闺女的。千花如今处事比我们2个都厉害，以后咱俩多听她的，准没错。等千化和柳氏跟着伙计把工具都放进了柴房，千化将5斤板栗送给了周掌柜。周掌柜推辞了一番，在千化的坚持下，最终还是收下了板栗。送给你的你就拿着。哎，这板栗味道确实是好。是少东家，小的知道了。楚逸晨又一次刷新了对这个小摊贩的认知，这个毛头小子出起事儿来，比他店里的许多掌柜都精，真的是半点都不像乡下人。爹娘，咱们家里的板栗已经卖光了，我打算收购村里人的板栗，就1文钱1斤，你们觉得怎么样？1文钱1斤，是不是贵了点啊？平时商贩们收购都是1文钱2斤，咱们云峰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板栗树，平时掉在地上都没有人捡，也就灾荒年才拿出来顶粮食，这也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娘，就按1文钱1斤收购吧，咱们挣了钱也得让村人们跟着得点益啊。只有让村民们跟着一起得利，自家做的这个小买卖才会更顺利。若是谁家突然富起来，打破了当前都平等的氛围，只怕有一部分人心里会不平衡。春香，咱们就听闺女的吧。行，娘就听你的。爹娘，咱们手上的银钱暂时还不够多，我打算先去咱家隔壁几户人家问问，把他们家里的板栗先买回来，拿城里去卖，等多攒些银子，
再在整个村子里收购。行，娘现在就去跟隔壁几户邻居说这个事儿，让他们把家里的板栗送过来。娘，您先去张叔家里问问吧，咱们搬过来，他们帮了咱们挺多忙的，他家的板栗不管有多少，我们全都要了。哎，娘知道了，娘肯定第一个先通知张老弟家。隔壁张叔一家是他们在搬过来之后唯一送过温暖的人，所以收购板栗，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们家。柳氏正准备出门，这时院门口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柳氏赶忙跑去开门。柳大姐，是我估摸着前几天给你们送的蔬菜都吃完了，特意在菜地里又摘了些新鲜蔬菜给你们家送过来。崔妹子，咱们刚搬来你就送了一篮子蔬菜过来，现在又送了一篮子过来，哎呦，这我们怎么好意思呀？柳姐姐，不用觉得不好意思，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几个蔬菜不值什么钱，你们不嫌弃就好。不嫌弃不嫌弃，我们搬过来蔬菜种子才种下去几天，家里正愁没有新鲜蔬菜吃呢，你家这蔬菜对我们来说稀罕着呢，又怎么会嫌弃呢？崔姨，您过来的正好，我们家准备买些板栗，以1文钱1斤的价格收购。您看，您家也有好几棵板栗树了，可以卖给我们家吗？千花丫头，崔姨没有听错吧？你们要以1文钱1斤的价格买我家板栗？是啊，1文钱1斤。您家有多少，我们要多少，卖吗？卖，当然卖。我们家屋前呀有好几棵老板栗树，打下来起码有300多斤板栗呢。你们确定都要吗？确定都要，崔姨，您只管全打下来，剥了刺壳就可以送过来，过程之后咱们现结银钱。好，我现在就去叫我家那口子回家打板栗。梁老二，我们送板栗过来了。好嘞。柳氏拿着秤出来，把板栗过了秤。谢奶奶，一共是85斤板栗，这里是85个铜板，您收好了啊。哎，好嘞，千花丫头，谢谢你了。我家就2棵板栗树，年份都还比较小，结的板栗果也不多。你家买板栗是打算自己吃吗？谢奶奶，这板栗我们有别的用途。没过多久，隔壁张老弟和张崔氏也扛着板栗过来卖了。柳大姐，这可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这板栗啊，往年最多卖1文钱2斤，而且过来收购的商贩特别少，有时候没有商贩来收购，自己家又吃不完，只能任由树上的板栗掉在地上烂掉。今年托你家的福气，这个板栗呀还能挣几百文。崔姨，您别客气，咱们收了板栗也是自有用途的，这是互惠互利的事情。这谢老婆子的大儿媳妇儿是个嘴碎的长舌妇，立马就把这件事情炫耀似的告诉了村子里的人。1文钱1斤板栗，你莫不是唬我们的吧？梁老二家什么情况，大家又不是不知道，他家怎么可能出得起1文钱1斤的价格收购你们的板栗啊？是真的啦，我婆婆拿回来85个铜板，我都看见了，这还能有假吗？哎，你去帮我们问问梁老二，看他们家还要不要板栗，如果要的话记得叫我一声，我家树上啊还能打几10斤板栗下来呢。是啊，也叫上我们，我家也有几棵板栗树，平时都没人吃啊。这，你们要卖板栗啊，都自己去问吧，人家梁老二也没说还要收，怎么好叫我儿媳妇去问呢？村民们见谢老婆子这么说，都讪讪地走开了。你能不能管管自己这双嘴？人家都说家财不可外露，这次不过是卖了85个铜板子，你就急不可耐地跑去大家跟前显摆，若不是我替你打发了他们，看你怎么收场。娘，我知道了，下次我保证不乱说话了。爹娘，你们听说了吗？二弟一家今天收购了他们隔壁几户人家家里的板栗，1文钱1斤呐。你听谁说的？大家都在说呢，他们隔壁好几户人家都送了板栗过去，铜钱都领到了。哎呀，这二弟也真是胳膊肘往外拐，有了这等好事，居然不先通知自家人，
要不然咱们家门前的几棵老板栗树，少说也能打100-200斤板栗下来，倒叫外人占了便宜。这老二是脑子坏了吧？以往若是有商贩过来村子里收购板栗，最多也是以1文钱2斤的价格收购，有时甚至1文钱好几斤呢。若是收自家人的倒也罢了，肥水不流外人田，他居然给别人1文钱1斤。就是，娘，这二弟腿不是没好吗？他上哪儿弄的银子收板栗呀？定是千化那丫头从江林那里要回来的1两银子买的。这些个败家子，让他交给中公他不交，自己拿着就乱花掉了，也不知道省着过日子。二弟家莫不是揭不开锅了，想把板栗买回家当饭吃，要不然收购那么多干嘛？你管他们那么多干嘛？咱们都分家了，揭不开锅也不关咱们的事儿。舒氏不悦地瞪着梁老大，心里直骂他蠢。若是公爹听着这话一时心软，让他们接济二弟一家可咋整？老大，你明天去你二弟家看看，若是他们真没米下锅了，你就回家拿30斤粮食给他们送过去。天天吃板栗填肚子，那也不是个事儿。下个月差不多就能割稻子了，30斤米够他们吃上一阵子了。爹，二弟家还有粮食呢，搬家的时候他们还剩70多斤，这才搬出去几天呢，怎么可能都吃完了？他爹，你说是不是？是啊，爹，那粮食啊还是我搬上车拉过去二弟的茅草屋的，他们这才搬过去几天时间，不可能吃那么快，您就别担心了啊。既然他们家不缺粮，那我就放心了。老大，你要记住，咱们都姓梁，哪怕分了家，那也是一家人。兄弟之间，不管谁有了困难，一定要学会互帮互助，共度难关。若不是千化退了婚，影响了文志读书，爹也不会把你二弟一家分出去单过。你二弟如今腿脚不利索，你平时还是多帮衬一下他们家。哎，爹，我知道了。梁老大倒是想帮衬兄弟，奈何家有虎妻，他也没办法呀。千化，下雨了，咱们今天恐怕没法出摊了。他可是一天都不想停摊呀，歇一天就少赚1两银子。爹娘，既然下雨了，咱们就在家休息一天吧。咱们挑20斤板栗出来炒熟，留4斤自己吃，还有16斤我打算送人。千化，你打算送给谁家呀？娘，我打算给李正爷爷家里送5斤过去，顺便把秤还给李正爷爷家。这5斤板栗就当是李正家借我们秤的谢礼，再给隔壁张叔家送3斤过去。咱们新搬过来，张叔就帮爹砍竹子，张姨还送了许多自家种的蔬菜过来，咱们也得礼尚往来呀。千化，你要不说，我和你爹都没有想到呢，确实该送。人家帮了咱们，如今咱们家也没什么东西能回报，也只有这唐朝板栗能拿得出手了。对，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李正和张老弟一家对咱们好，咱们得了好吃的，也得给人家分一点。那还剩8斤板栗，你打算送给谁？娘，还剩8斤，我打算给爷爷家送去5斤，还有3斤送给小婶娘和文杰吃。虽然千化非常讨厌梁老太和朱氏，可梁老头和文勇堂哥对他们家还算关爱。千化，难为你还想着孝顺爷爷奶奶，爹谢谢你。爹，我这板栗主要是送给爷爷吃的，就算奶奶不喜我们，但爷爷对我们的关心却是真的。今天下雨，梁家老宅一大家子人都在家里休息。知道千化的来意，梁老头倒是很开心。千化，听说你们家1文钱1斤收购了邻家几户人家的板栗，就是为了做这个唐朝板栗吗？爷爷，是的，您赶快尝尝看好不好吃。文勇堂哥，你也过来尝尝。不就是炒出来的板栗吗？能有多好吃啊？只有像你们这样的傻子才会1文钱1斤收板栗。
就是娘，二弟家真是太不孝了，孝顺爹娘居然只拿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有的板栗来，切，这玩意儿咱们自己家就多的是，哪里用得着他们送啊？奶奶娘，千华妹妹送来的这个糖炒栗子真的很好吃，比我以前吃过的所有方法做出来的板栗都好吃。味道真的挺不错的，又香又甜。确实不错，味道很香。千华，难为你们一片孝心了。爷爷、大伯、大堂哥，你们喜欢就多吃点。某些人看不上我的板栗，有本事就一颗都别尝，要不然就太没脸了。谁稀罕吃啊？爷爷，我给小婶子和文杰哥也带了一些过来，我先过去他们那边的屋子里，送完我就该回家了。好，送完了赶紧回家，免得你爹娘担心。千华姐姐，你来啦！娘，千华姐姐来家里啦。是千华丫头啊，今儿个怎么舍得到小婶子这里来玩了？小婶娘，我是过来给您和文杰送糖炒板栗的，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新鲜吃法。听说你家最近收了很多板栗，就是为了做这个吗？小婶娘，是的，我家做了这个拿去县城卖呢，我想多挣点银子，改善家里的生活，还能攒钱给我爹把腿治好了。真是个有孝心的孩子。只是这板栗拿去县城能卖得动吗？小婶娘，我这糖炒板栗很好吃的，城里很多人都爱吃，卖得动的。真的吗？那我可得好好尝尝。他拿出一颗剥了皮，首先喂进了自家儿子的嘴里。娘，千华姐姐送的板栗也太好吃了吧，好甜的。娘，我还要吃。你呀，就是个小馋猫。这板栗壳很好剥，你自己抓一把剥着吃。娘，我这一颗是剥给您吃的。果然很好吃，又香又甜又糯的，比咱们平时煮着吃啊好吃多了。小婶娘，你喜欢吃就多吃点，下次有空我再让爹娘炒些给你们送过来。我们尝尝鲜儿就好，你们分家出去啊，凡事不容易。既然现在有了这个小本买卖，那就都留着卖钱吧。小婶娘，您和文杰如果喜欢吃，就只管跟我说，这点板栗我们家还是吃得起的，绝对管够。千华姐姐，您对我们真好。咱们是家人嘛，当然要对你们好啦。小婶娘，我就先回去了啊，有空您带着文杰弟弟来我家玩。哎，好，你回去路上小心点儿啊。千华姐姐，你有空一定要过来找我玩哦。好的，有空姐姐一定过来玩。柳氏，你这个黑心肠的毒妇，家里买了布匹，抓了老母鸡，买了2大筐子好东西，怎么不见来孝顺爹娘啊？柳氏不知如何回答他，银子都是闺女想法子挣的，要买什么也是闺女决定的。娘，您这是做什么？你还问我做什么？你这个不孝子，有好东西躲起来自己享用，也不孝顺爹娘，白养你这个不孝子了。呀，这个石青色可真好看呐，给我们家几个孙子做衣裳正好。哎呦，这个灰褐色，我和老头子穿正合适啊。娘，灰褐色那一匹您拿去给自己和爹裁新衣裳吧，石青色这一匹是买给千华做衣裳的，她长得快，衣服又短又小了。叫你们少给她吃点儿，你们偏不听。你见哪个13岁的女娃子有她这么高的啊？裁衣裳都比别人多用几尺布料。你们看啊，她现在不就被江童生家退亲了吗？再长下去，以后更加没人愿意上门求亲了。这石青色呀，不适合她一个女娃子穿，拿去给文志和文勇裁衣裳正好。周氏在一旁不作声，婆婆偏疼她2个儿子，她高兴还来不及呢。好你个柳氏，有老母鸡吃不先孝敬爹娘，自己躲起来吃独食，你真是自私自利、黑了心肠的毒妇啊！家里还藏了什么好东西啊？啊，赶紧都拿出来孝敬爹娘！把东西全部都给我放下！
你个赔钱货，胆儿肥了呀！居然敢这么跟你奶奶说话，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吗？雷公就算要劈，也劈死你个老不知羞的！分家了，居然来儿子儿媳家里抢东西！你反了你！居然敢骂你奶奶！天杀的，这是养的什么白眼狼啊！我们老两口辛辛苦苦养了你们这些小兔崽子这么多年，长大了就是这么来打骂长辈的呀！老天爷，你开开眼呐！这边的吵闹声有些大，附近干活的村民都丢了锄头，跑过来他家看热闹。老二啊，你看看你养的什么闺女儿啊，居然骂他奶奶去死啊！这种孩子当初你们就不该养啊！娘，千华不是那样的人。爹，奶奶一进屋就骂娘，还抢了娘给我做衣服的布匹。奶奶骂我是赔钱货，穿新衣服是浪费布匹。她还把你们买给我补身子的鸡蛋和老母鸡也要拿走。我是你奶奶，拿你的布匹又怎么了？吃你几个鸡蛋和一只母鸡又怎么了？晚辈本来就应该孝敬长辈。奶奶，我们的确应该孝敬您，可尊老爱幼不是只有尊老，还有爱幼呢。我前阵子落了水，您死活都不拿出银钱来给我买药，还是爷爷回来我才捡回了一条命。哎呀，这样的奶奶也太狠了吧！是啊，太不像样子了。奶奶，你还是赶紧回家去吧。虽然分家的时候您连一只鸡一个鸡蛋都舍不得分给我们，但说好的养老粮食我们却不会少你们一粒，也请你们不要经常过来打扰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了。您可别忘了，文志堂哥还在私塾里读书呢，明年他还得继续参加县试。您这般做派，我要是把前阵子的事儿抖了出去，耽误他学习可就不好了。一提文治和前阵子的事，梁老太立马老实了。最后梁老太和朱氏灰溜溜的回家了，啥也没有捞着。千华，爹对不起你。你奶奶不喜欢女娃子，对你一直很苛刻。她来家里闹，爹又不能忤逆自己的亲娘，让你受委屈了。爹，您别这么说，我理解你，有你和娘对我好就够了。至于旁的人，我压根儿不在乎，我也不需要他们的喜欢。他嘱咐柳氏，以后梁老太、朱氏、翠花上门，都不要给他们开门。柳氏点头应下。等一切恢复了平静，柳氏赶紧去厨房把那只老母鸡宰了，剁成一小块放在陶瓷罐子里熬鸡汤。在千华的要求下，柳氏没有吝惜食材，香喷喷的白米饭和肉，那可是他们平时想都不敢想的奢侈之物。太好吃了，春香，你的厨艺是越来越好了。哪里是我厨艺变好了，不过是家里买了肉和盐，炒菜油水和盐都放得更足了，菜炒出来也就更好吃了。娘，油盐再足，那也得配上您的手艺才能这么好吃啊。你们父女两个嘴巴都抹了蜜了吧，幸会说好话哄我开心。他接下来就要更努力的赚钱，不仅要天天都能吃上白米饭和肉，还要成为小富婆，买些丫鬟婢女伺候着，没事就出去游山玩水，看遍这古代最原生态的山河美景。云峰村的村民们请注意，村西的梁老二家今天开始收购板栗，大伙儿家里有板栗的都赶紧送去梁老二家里售卖。烂板栗、空壳板栗麻烦先挑拣出来，否则呀一律拒收。云峰村的村民们请注意。大家也都纷纷猜测，这梁老二家莫不是发财了，要不然怎么会一下子收购这么多板栗呢？梁老太得知这件事儿，悔得肠子都青了。早知道他就不分家了，要不然现在这老二家挣的银子可都得交到他的手里来。老头子，咱们这个二儿子可是白养了呀，
他做买卖挣了大钱，不来孝顺爹娘就算了。我和他大嫂昨儿去他家拿点布和吃的，他居然不向着自己娘，任由枪化那个臭丫头将我们一起赶了出来。哎呀，梁家真是出了个不孝子啊！你和朱氏还跑去老二家拿过东西，老二腿伤没好，本来生活就艰难，你们怎么好意思去他家拿东西的呢？我是他娘，拿他点东西怎么了？他平时最是疼柳氏和千化，那些好东西我不去拿，最后还不是便宜了柳氏和千化两个外人？就是啊，爹，婆母可是二弟的亲娘呢，二弟怎么能向着外人，不向着自己亲娘呢？就是啊，老头子，你看看这村子里的人，哪个敢不孝顺父母的？老二腿伤未愈，咱们将他一家分了出去，已经很对不起他了。以后不许去他家拿东西了，要不然休怪我无情。你们有心思在这抱怨，不如赶紧把屋门前的板栗打下来，拿去老二家卖了。梁老二，听说你家在县城摆摊做唐朝板栗的买卖，赚了一大笔钱呀。哎呦，杨婶子，哪里是赚了一大笔钱呢？不过是挣点小钱养家糊口罢了。这唐朝板栗啊，我以前从来是没有听说过的，这是谁想出来的主意呀？是啊，老二，我们也没听过，这是谁教你们的呀？叔叔婶子们，这个法子是我闲得无聊自己瞎琢磨出来的，让各位叔叔婶婶见笑了。不会吧，这么挣钱的法子居然是千化丫头想出来的？是的，都是我家闺女贪吃，自己瞎整出来的。她一贯鬼点子多。老二，你家得了千化这个闺女，可真是有福气啊！瞎琢磨出来的吃食，居然还能卖钱。我家那几个小子要是有他一半聪明就好了。众人全都夸起了千化，全然不似之前千化被退婚时候那般对他一脸的不屑和嘲笑了。千化今天收购的量比较大，他得检查板栗的质量。我们家的板栗啊，那是真的没得说，烂的都被我挑拣出来了，拿过来的全都是颗粒饱满的好板栗。千化，你家以后若是还需要收购板栗，告诉婶子一声，婶子那后山啊还有好几棵板栗树呢，只要你们要，婶子立马打下来给你们送过来。杨婶子啊，您家的板栗确实很好，下次需要我会让李征通知您的，您尽管再送过来。好嘞，那婶子先走了啊。一路上，杨婶子遇见了不少扛着板栗往千化家走的村民。杨婶子，您家的板栗都卖给梁老二家了吗？真的是1文钱1斤吗？是啊，我家刚刚卖掉了100斤嘞，得了100个铜钱，这下我们家有钱买肉吃喽。村民们闻言都扛着板栗跑得更快了，生怕去晚了，梁老二家收满了板栗就不要了。没一会儿，千化家的院门口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千化把检查合格过了秤的板栗都付了银钱。下通知的时候就跟你们说了，把烂板栗挑拣出来，否则肯定会拒收的。平时商贩们过来收，最多就给你们1文钱2斤的价格，可如今梁老二的价给了你们2倍的价格，你们怎么好意思还把烂果子掺杂在里边呢？多谢李征爷爷替我们说公道话，今天我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这几户在里面掺杂了烂板栗的人家，先扛回家挑拣一下再送过来。队伍里若是还有哪些人家没有挑拣就过来的，也请回家挑拣一下。若是接下来还有人以次充好，那么这户人家的板栗，我们家从此以后再也不收购了。经过这么一个小插曲，后面检查的板栗质量都很好，全部都过关了。这时人群里又响起了一阵骚乱声。大家都是排队，怎么就你们不守规矩？我们跟你们能一样吗？你也不看看收购的人家是谁？哼，一笔写不出2个良字，这可是我二弟家。大伯母，您还是到后面去排队吧，这是我们收购板栗的规矩。千化，怎么说我也是你的大伯母，你怎么能让自家的长辈排队呢？大伯母，
凡事有个先来后到，不能因为您是我的家人就乱了规矩，这样会乱了套的。如果您不遵守规矩，那我们便不收您的板栗了。娘，大家都是按规矩在排队，咱们也别让二叔他们难做人，咱们还是到后面去排队去吧。这梁老二家的闺女是个能做大事的人呐，小事不拘小节，大事拎得清。若他是个男子，只怕日后大有作为呀。翌日清晨，柳妹子，原来你们的摊子摆在这里呀？哟，是谢家姐姐呢，你今天怎么过来县城了？啊，我公公今天有点不舒服，我和我家男人呢就带他来县城医馆看病呢。这不，我就过来街上逛逛，买点东西。哎，你家摊子的生意可真好啊！哎呦，排了这么长的队伍呢。我们生意还行。这时，一位顾客说要1斤板栗，柳氏赶紧从锅里挑出板栗过秤，千华帮忙用油纸包打包好。客官，您的板栗好了，10文钱。谢家大儿媳一脸震惊：“柳妹子，你家这个糖炒板栗卖10文钱1斤呢？”“是啊，我家这个板栗里面都放了糖，都是卖10文钱1斤。谢家姐姐要不要拿几颗尝尝？”“啊，不了，这么贵，你们还是留着卖钱吧。你们先忙啊，我就先继续去逛了。”谢家大儿媳又将在县城偶遇梁老二一家卖糖炒板栗以及每斤10文钱的事情都告诉了村子里的人。“不会吧，老二家的糖炒板栗卖那么贵吗？城里也有人要？”“有呢，生意可好了，大家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抢着买呢。”“这城里的人可真有钱啊，10文钱1斤的板栗也舍得吃。”“就是啊，换了我别说10文了，5文1斤我都不会买。”这梁老二家也够黑心的，收购村子里人的板栗就1文钱1斤，炒熟了转手去城里就卖10文钱1斤。哎呀，大家家里有板栗的最好别卖给他们家了，就算要卖那也得给大伙儿加价，对不对啊？”“是啊，他们家也太不地道了，自己家挣那么多，给我们的价格这么低，以后再收板栗得给我们加价才对。”“哎，对，下次他们再收板栗，我们得让他们加价，要不然就不卖给他们家了。”不知不觉，9月剩下的半个月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千华家收购3500多斤的糖炒板栗也都卖完了。“李正大人，这梁老二家太不地道了啊！他们自己在城里卖糖炒板栗，卖10文1斤，却只给我们1文1斤的价格。”“是啊，他们太不仁义了，所以我们才不想卖给他们。”千华听闻，差点都气笑了。“千华丫头，你家的板栗在县城真的卖10文1斤吗？”“是的，李正爷爷，我们家的糖炒板栗确实是卖10文钱1斤，但我们也还有其他的成本啊。炒板栗里面放的饴糖就不便宜，来回牛车费、摊子费、油纸包成本，再加上我们家1家3口的人工费，这些都是成本费啊。”李正没想到糖炒板栗居然这么贵，千华给他们家送了10斤，那就是100文呢。“梁老二家能在县城卖10文1斤，那是人家自己的本事。有本事你们自己也做糖炒板栗，也去卖10文1斤呢。人家给的价格比商贩给的价格高出了1倍，你们不感恩也就算了，反倒怨上了他家，这是什么道理啊？”“我们是没本事做糖炒板栗，但板栗是我们自己家的，价格太低了，我们不想卖，这是我们的权利。除非呀，给我们提价就卖给他们家。”“对，给我们涨价我们就卖。”“你们不愿意卖的我不强求，我们可以去隔壁村子里收购。原本我是看在同村的面子上才给你们1文钱1斤的价格，但是在外村收购，我会和商贩们一样，只给1文钱2斤的价格，这样我还能少花些成本。”村民们一听，顿时慌了神。若是梁老二一家真的去隔壁村收购板栗，那他们家的板栗就没有人要了。“哎，千华丫头，都是李婶子带头挑拨离间，
搞得我一时也昏了头，跟着大家瞎起哄。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就用不着去隔壁村子收购了，我们马上就把我们家的板栗送到你们家来卖。对，我们也是，我马上就送过来。李婶子，你故意煽动大家闹事儿，不把板栗卖给我们家，你这么做对你家能有什么好处呢？我没煽动大家，我就是觉得你们给的价格有点低了。我呢也是好心想帮村民们争取利益。原来是嫌弃我们价格低了。我记得您家屋子前也有好几棵板栗树吧？难怪您一次都没把板栗送过来我家卖过。你也收我们家的板栗吗？当然收啊，我们去城里摆摊卖的就是板栗，不收的话，我叫李正爷爷通知村民们干嘛呀？自己虽然很讨厌李婶子这人说话尖酸刻薄，但不至于他们家送过来的板栗会拒收。毕竟他是靠着卖板栗来做买卖的，没必要因为那些小过节挡着自己的财路。我没嫌弃价格低，我就是有点儿……他只是因为跟梁老二家有过节，不好意思来卖罢了。李婶子，其实我跟您家儿子打架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我爹疼闺女，见我被打，一时有些心急才动手打了您家儿子。其实我爹也就是打了他的屁股几下，没有真的伤他。这些事情说开了就没事了。您要是不嫌弃我们家价格收得低，也可以把家里的板栗送过来卖。不嫌弃，我马上就回家把板栗扛过来你家卖。千华觉得像李婶子这类人，如果他诚心跟你过不去，就会一直盯着你，不管自己家做什么，他都会想办法搞破坏。自从千华家收购了4000斤板栗，前半个月生意都特别火爆，直到有一天，他们家摊子前突然就冷冷清清的。千华，今天买糖炒板栗的人怎么这么少啊？是不是大家都不爱吃咱们家的糖炒板栗了？娘，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我怀疑可能还有其他摊子也在卖糖炒板栗。果然不出他所料，此时有个老顾客正好经过他们家的摊子前。王哥，您这是在哪家买的糖炒板栗呀？怎么今天都不来我们摊子上买了呀？城西今天多出了2家卖糖炒板栗的摊子呢，关键是人家卖的比你家便宜，你们家卖10文钱一斤，这2家只卖8文钱一斤，都是一样卖糖炒板栗的，但是别人家比你们家便宜了2文钱。我要是还上你们家摊子上买，那我不就是傻子吗？王哥，那板栗味道您尝了吗？跟我家的味道也一样。我这是买了拿回家给我儿子吃的，我哪里舍得尝啊？再说都是糖炒板栗，味道能有什么不一样啊？叫王哥的男子见他不说话，也就扬长而去了。千华，这可怎么办呀？有2家摊子都在学咱们卖糖炒板栗，关键比咱们家还卖得便宜一些。要不咱们也降价到8文钱一斤吧？娘，您别担心，我们的板栗用不着降价，有人跟风模仿本来就是很正常的。这个糖炒板栗也不是什么很难的东西，有心人随便研究一下，就会发现里面用的就是普通的砂石。这个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他们现在都算发现的比较晚的了，但仿品就是仿品，他们暂时想超越咱们家的味道，恐怕还有点难。可是如果不降价，大家都不来我们家买了呀。我们收购的4000斤板栗还有900多斤呢，要是都卖不出去了，会不会堆在家里浪费了？娘，不会的，你要对我有信心，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今天才刚刚多出2家摊子，又比咱们家卖的便宜，大家贪便宜会去那2家买也正常，但做买卖不是靠1天2天就能成的。咱们做吃食，最主要的还是食物的品质和味道。我对我们家糖炒板栗的味道有信心。爷娘，城里现在多开了2家铺子跟我们抢生意，我们今天就先收工回去吧。正好明天文勇堂哥成亲，爷爷的新衣服也做好了，我晚上给他们送过去。咱们趁此机会先休息几天，再做打算。行，那咱们就收拾收拾回家吧。这没卖出去的10斤熟板栗，咱们就带回去自己吃了算了。娘，剩下没卖完的10斤板栗，我打算给最先居的掌柜送过去。行，就按你说的安排吧。
千画一回到家，就拿着柳氏缝制的一身枣红色的新衣裳去了梁家老宅。爷爷，这是我娘买了新布匹给您熬夜缝制出来的新衣裳，我特意今天送过来，好让您明天穿着参加文勇堂哥和嫂子的喜宴。好，好，好，难为你们一片孝心。我老头子有新衣服穿喽。梁老太看千画只给梁老头送衣裳，没给自己送，一肚子火气。千画，你光给爷爷送了新衣裳，咋没给你奶奶送呢？你们这样可是大不孝啊！大伯娘，我们白天忙着摆摊子做生意，给爷爷缝制的这件还是我娘熬夜赶制出来的呢。我娘做一件就已经很吃力了，哪有时间和精力做2件啊？那你娘就不能再辛苦点，再多赶制一件吗？你娘这样对自己的婆婆太不孝顺了。大伯娘，我知道您和大伯最孝顺奶奶了，我还以为大伯母您肯定会给奶奶扯布缝制新衣裳的呢。怎么，你们这么孝顺，难不成没给奶奶准备新衣裳啊？我这不是忙着给你文勇堂哥娶媳妇儿的事情吗？天天忙得脚不沾地的，哪里还抽得出时间做衣裳啊？我娘那么忙，都能熬夜给自己公公缝制衣裳，您那么孝顺，就不能再辛苦点儿，也熬夜给奶奶缝制一件新衣裳吗？朱氏看到婆婆因为千画几句话就开始对自己一脸不满的样子，心里对千画那是恨得牙痒痒。千画这个小贱蹄子，嘴巴怎么越来越厉害了？以前让他干嘛就干嘛，也不敢反驳，现在的他不仅敢反抗长辈，还会捣鼓吃食，去摆摊子卖钱。难不成他落了一次水，真去阎王殿走了一遭，所以性情都大变了？村子里穷，赶上梁家老宅办喜事儿，大家伙自然都是早早的来到梁家等着吃宴席。千画一家也都来参加了喜宴。二叔、二婶、千画妹妹，你们终于到了，大伙儿就等着你们一家到了，准备开吃呢。文勇，恭喜你成亲了。二叔腿不行了，走路走得慢，真是抱歉啊，我们来晚了。哎，二叔，没关系。哎，你们赶快入座，准备吃宴席吧，给你们留了位置呢。大堂哥，祝你新婚快乐，这是送给嫂子的贺礼。千画，这贺礼也太贵重了吧，这我不能收啊。哟，千画，给你嫂子送了这么漂亮的镯子呀，我这当婆婆的就替她先收下来，我那儿媳妇肯定会很喜欢你这礼物的。娘，你这是干什么？这镯子太贵重，快还给千画妹妹。还什么还？这是给你媳妇儿的，又不是给你的。大堂哥，你就别推辞了，镯子是送给嫂子的，你就收下吧。啊，好。大伯娘，麻烦你把镯子拿出来，交给文勇堂哥。我拿着不是一样的吗？我等下就给你嫂子。我想让大堂哥亲自给嫂子戴上。大伯母，拿出来吧。朱氏只得不甘不愿地把镯子给了自家儿子。二叔、二婶、千画妹妹，你们赶快入座吧，爷爷奶奶那桌给你们留了位置，马上就开始吃饭了。老二，带着你媳妇儿和闺女坐爹这边来。这千画丫头怎么又变这么好看啊？柳氏一心想把闺女打扮得美美的，因此制作这套衣裙的时候特别用心，款式和花纹都非常精美。千画今日就是穿着这套湖蓝色的衣裙来贺喜的。想不到这梁老二和柳氏长得一般般，居然生了个这么漂亮的闺女。是啊，这就叫傣竹出好笋。哼，长得漂亮有什么用？还不是被江童生家退婚了。就是，有些人被退了婚都不安分，天生长得一副狐妹子相，也不知道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才有银子买那么贵的礼物。千画才13岁，能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村子里哪个不知道我们家在做唐朝板栗的买卖？翠花，你最好嘴上给我积德，别血口喷人。什么唐朝板栗的买卖，我怎么不知道呀？我看啊，他就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哎，翠花，你还是千画的堂姐呢，居然这么污蔑自己的堂妹，
这唐朝板栗呀，我们云凤村家家户户都知道呢。这还是千化想出来赚钱的法子呢。咱们村子里的人也多亏了千化，才能靠卖板栗赚点小钱，改善家里的生活。就是啊，千化这丫头多聪明呀！翠花，你这当堂姐的，咋能不分青红皂白就诬陷人家清白呢？自从她在梁家老二卖板栗挣了几百文钱，她如今可是再也不会找梁家老二的茬了，也不针对他们家了。众人都开始纷纷指责翠花。我也是一时情急，没有弄清楚状况。千化，你不会怪堂姐吧？我当然怪你啊！你都出嫁了，又不是小孩子了，说话还这么口无遮拦，小心哪天因为自己这张嘴啊，惹祸上身。到时候别人可不会像我这么好说话。我好歹也是你堂姐，你就是这么跟堂姐说话的？你也知道自己是我的堂姐啊，哪有堂姐这么积极败坏自家堂妹名声的呀？你怕是连个陌生人都不如吧？你……翠花，你给我闭嘴！今日是你哥大喜的日子，你给我消停点。婚宴结束，翠花临走前又开始给朱氏支招了。娘，二叔家如今得了唐朝板栗的方子，您叫我爹去二叔家里，让他们也教我爹怎么做唐朝板栗，这样咱们家以后也能摆摊子挣钱了。对呀，娘怎么没想到呢？如果咱们也学会了唐朝板栗的方法，也能挣大钱呐！你二哥读书的银子也有了呀。娘，那你记得跟爹说呀，我就先跟孙旺回家了。好，娘送送你们。娘，您一定记得跟爹说。好的，你放心吧，我会说的。你们回去路上小心点啊。到了晚上，朱氏果然跟梁老大说起了这个事儿。他爹，这二弟家里靠着唐朝板栗挣了大钱了，你是他大哥，兄弟之间理应有福同享。哎，你让二弟也教教你这个唐朝板栗的做法，学好了咱们也去摆摊去。这是二弟家想出来的挣钱法子，我去学会不会不太好啊？有啥不好的？你是他大哥，爹都说了，兄弟之间要互帮互助，他不帮你还帮谁呀？我有点不好意思去开这个口，你容我想想啊。你还想啥呀？文治读书开销这么大，家里如今又没啥进项，你说你还在这犹犹豫豫的啊？为了咱们儿子的前途，你也得开这个口啊。行，那我明天去试试。大哥大嫂，你们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吃饭了吗？吃了。大哥，你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吗？梁老大嗫嚅了半天，还是没好意思开口。二弟，是这样的，我想呢，让你大哥跟着你学一学唐朝板栗的做法。如今你侄儿文治读书开销太大，家里吃不消，等你大哥学了这个唐朝板栗，咱们也能去摆摊，给家里挣点钱。这件事儿我做不了主，唐朝板栗是千化想出来的，得问他的意思。不用问了，我不会答应的。你们想摆摊子挣钱，自己回家炒了板栗去城里摆摊卖就是。我的唐朝板栗方子不外传。千化，咱们都姓梁，你们把方子给我们也不算外传。你二堂哥如今读书开销大，要不然这大伯娘也不会开这个口。咱们已经分家了，二堂哥是你们的儿子，他要读书，你们做父母的自己挣钱供他读就是了。他又不是我爹的儿子，关我爹什么事儿啊？你爹没儿子，你们现在把方子拿出来，大伯娘记着这个好，等以后你二堂哥考取了功名，我定会让他替你爹养老送终的。我爹是没儿子，但他还有我这个闺女啊，我爹娘的后半辈子都由我管着，用不着你们的儿子养老送终。方子的事情你们想都别想。有你一个女儿有什么用啊？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等你嫁了人就是别人家的人了，以后你爹娘老了都没人管。你若是识相点的，就把方子拿出来，好歹以后还有2个侄儿为他们养老送终。
拿着祖宗那一套养老送终的说辞，想来说服他一个现代人，简直是笑话。那咱们就走着瞧吧，看看到底是你们家的儿子有用，还是我这个女儿有用。我定会让我爹娘过得比你们好100倍、1000倍、10000倍。麻烦你们现在从哪儿来的，滚回哪里去，我们家不欢迎你们。你真是越来越不把长辈放在眼里了。我们好歹是你的大伯和大伯娘，你居然叫我们滚！我没有你们这样贪婪的长辈。咱们分家了，麻烦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了。老二，这就是你的家教吗？你就容着你闺女这么对你哥哥嫂子？我怎么教孩子就不劳大嫂费心。天色渐晚，大哥和大嫂还是赶快回家去吧，我们也要洗洗睡了。你是个死人吗你啊？你看看你弟弟怎么对我们的。二弟啊，你真的不帮你侄子吗？咱们梁家可都指望文治翻身呢。大哥，不是我不帮你啊，只是这个方子是千化想出来的，我真的没有权利做主。如果千化愿意，我不会说一句反对的话。他如果不愿意，我这当爹的也不能勉强孩子。二弟妹，千化如今被退了婚，名声受损，也不好再嫁人。只要你劝千化拿出方子来，等他二堂哥以后考上功名，我这当大伯娘的定会让文治给他找户好人家嫁了。大嫂，你说的是真的吗？只要我们拿出方子，等文治考上了功名，你真的会让文治帮我们千化找个好婆家？是啊，二弟妹，这女子一辈子就盼着嫁个好人家。千化被退婚，名声已经臭了。只要你让千化把方子拿出来，等他二堂哥考上功名，千化以后啊，就算想当官夫人都行。呸！还想让你闺女当官夫人，想得美！送个人做小妾还差不多。等老娘把方子先哄骗到手再说。千化，要不咱们就把这方子给他们吧。娘，您不必劝我，就算我嫁不出去，也不需要别人给我找婆家，我只靠自己。大伯父大伯母，我的婚事就不劳你们二人操心了，嫁不嫁得出去都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们也不必再浪费唇舌。方子我是不会给你们的。朱氏气呼呼地回了家，没要的唐朝板栗的方子，他心里极其不甘。第二日一大清早，朱氏就跟着梁老头和梁老太诉苦：爹娘，如今文治读书开销太大，家里就靠着几亩地生活，完全入不敷出。要不然文治这书就别读了，让他回家种田算了吧。咱家就是砸锅卖铁，也得供着文治继续把这书给念下去。梁家可都指着文治光宗耀祖呢，你这个当娘的怎么能说出这种话？你这是想断了自己的儿子的前程啊！爹，我何尝不想文治光宗耀祖啊，实在是家里如今太穷了。我和他爹去二弟家里，想跟着二弟学唐朝板栗的做法，原想着学会了之后也去城里摆摊儿，赚了银子好供文治读书。谁知这二弟却狠心地将我们赶了出来，我这心里头实在是委屈呀。你们还去老二家要方子了？咱们都已经分家了，你们哪能去要老二家的方子？爹，就算分家了，老二不也是姓梁吗？我们是他的哥哥和嫂子，他居然就由着千化那个臭丫头把我们赶了出来，一点长幼尊卑都没有。何况文治也是他的侄子，他这个当二叔的有挣钱的法子，就不能帮帮自家的侄子吗？老二由着千化丫头把你们赶出来，确实做得不对，但如今我们都分家了，你们去要方子也是不对的，我去开口要方子也不合适。爹，由您去开这个口再合适不过了，毕竟您是老二的亲爹，亲爹问儿子要点东西不是正常吗？老二一家好不容易得了个挣钱的买卖，咱们去要过来，不是断了他们一家的财路吗？让老二一家怎么生活？梁老头顾及着二儿子一家，还是不同意。爹，县城那么大，又不是只能摆一家摊子，
到时候咱们的摊子摆远点不就成了？不会影响二弟家的生意的。哎呀，爹，您就算不为我们着想，也得为了文治想想啊。咱们把方子要过来，真的不会影响老二家吗？不会的，爹，您就放心吧。我们肯定把摊子摆得远远的，保证不跟二弟家抢生意。若是我去开口，老二他们也不愿意给怎么办呢？爹，老二平时最听您的话，有您开口，他肯定会答应。他要不给，那就是大不孝。爹，二弟家得了赚钱的法子，早不拿出来，晚不拿出来，偏偏等分家了再拿出来。我看他们就是故意的，等分家把我们一大家子撇开，自己出去吃独食呢。就是，他们怎么不早拿出来？老头子，你也别再犹豫了，咱们现在就去老二家，把那个唐朝板栗的方子要过来，这样老大一家也能自己摆摊赚银子，文治的读书费用也不用发愁了。最终梁老头还是被说动了，几人风风火火地朝着梁老二一家出发了。哟，今儿个吹的什么风啊？居然把爷爷奶奶和大伯大伯娘都吹到我家里来了。爹娘，大哥大嫂，你们今天怎么都有空过来了？老二，你大哥想跟着你学糖炒栗子的做法，听说被千花丫头赶出来了。咱们都姓梁，你怎么能不帮自己大哥呢？爹，这糖炒板栗是千花想出来的法子，我没有权利做主。这事您得看千花的意思。千花丫头，爷爷今天就是特意过来讨要糖炒板栗的方子的。咱们都是一家人，得学会互帮互助。以后你文治堂哥若是考上功名，你们一家也能跟着沾光。爷爷，我这人向来只喜欢靠自己，文治堂哥的光我怕是没福气沾了。这糖炒板栗的小买卖如今是我们一家三口的主要收入来源，若是给了大伯家，您让我们一家三口怎么生活呀？你大伯娘说了，他们不跟你们抢生意，他们会把摊子摆得离你们远远的地方。咱们清溪县的县城总共就那么大，买板栗的人总共也就那么多，摆得再远也会影响我们家的生意的。我要是不答应，你们想怎么办啊？不答应也得答应，我们可是你的亲爷爷亲奶奶，若是不孝顺长辈，我们可以去县衙告你爹娘不孝。爷爷，若是我们不答应，您也打算去县衙告我们不孝吗？千花，只要你们拿出方子给你大伯家就行了，爷爷也不想走到那一步。爷爷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梁家好，咱们梁家的兴旺发达可全都指着你文治堂哥了呀。是你们自己指着文治兴旺发达，我们一家三口从没指望过他呀，我们都是靠自己。哼，我不会给你们方子的，你们爱告就去告吧。老二啊，文治可是你的亲侄，他好了，咱们梁家就好了。你劝劝你闺女，把方子拿出来吧。老二啊，我和你爹真的是没办法才来求你的啦。文治读书开销太大，家里已经入不敷出了。你爹身上有旧疾，他最近都急得老毛病又开始有些犯了。你忍心看着你爹和你娘这把老骨头还在外拼死拼活的挣钱吗？千花见状顿时大感不妙，他爹平时对梁老头和梁老太、梁老很孝顺，果然。爹，您又开始头疼了吗？要不要我找个大夫给您看看？不用，已经给你爹请过大夫了。大夫怎么说的？严重吗？大夫说，只要你爹保持心情愉悦，别那么焦虑，就没事儿了。可你爹整天为了银子发愁，哪里又能心情愉悦呢？哼，这老太婆不去演戏真是可惜了，就这演技，得吊打现代多少流量小生啊！千花，要不咱们就把方子给他们吧。
咱们到底都是一家人啊。爹，我被退了婚，他们不顾您的腿受伤，就把咱们一家3口分了出来。现在咱们好不容易有了个赚钱的买卖，一家人就指着这个唐朝板栗糊口。可是他们一个个的像个强盗似的，不是来家里抢布匹和吃食，就是来装可怜要方子。对我们如此冷漠无情的人，您觉得他们真的像家人吗？千华看到梁老二满脸为难的样子，就知道他爹这心软的毛病恐怕是一时半会儿治不好了。既然他狠不下心，那就让他这个闺女来替他狠心。爷爷奶奶，你们用不着劝我爹，这个方子是我想出来的，就算我爹愿意给，我不同意，他也不能私自做决定。你们休想拿到方子。好你个贱丫头，连你爹都已经同意了，你居然还不肯拿出来。看样子你是非要逼得我们去县衙告你们不孝啊。老头子，你看看这个贱丫头的态度有多嚣张，完全不把咱们做长辈的放在眼里。我们也用不着跟她客气了，直接去县衙告状吧。千华，你真的非要逼得我们去县衙告你们一家不孝吗？要我给方子可以啊，除非咱们两家断亲，从此以后咱们两家再无半点关系，你们也别想再拿着孝道来我家找麻烦。反正县城已经有2家摊子在模仿他们家卖唐朝板栗了，倒不如拿出方子换个断亲文书。你个死丫头，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居然要断亲，天杀的呀！咱们梁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狠毒的丫头啊？居然怂恿你爹娘断亲呢？你这是打算让你爹娘以后都不管我们老两口的死活了吗？天哪，我究竟是造了什么孽呀？一把屎一把尿把儿孙拉扯大，他们长大了，翅膀硬了，就想甩开我们老两口不管了呀。老二，你闺女说要断亲，你也同意？梁老二沉默着没有回答，他也没有想到事情居然会走到这步田地，一边是亲生父母，一边是妻女，真的很难取舍。爹，我知道您平时都很孝顺，若是您舍不得爷爷奶奶大伯一家，您就回到他们身边去，但我和娘肯定要跟他们断亲，不管您怎么做决定，我都支持。千华，爹自然要跟着你和娘一块过日子，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爹都随你。爹娘，既然二弟家想要跟我们断亲，那就如他们所愿断了吧。等以后咱们文治当了官，他们不要后悔就是。到时候可别说是我们家文治六亲不认，不管自己的二叔一家。此时梁老二家这边闹出的动静已经惊动了梁家的族老们，族老们听说他们要断亲，纷纷开始当起了和事佬。老二啊，这断亲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可得想清楚了啊。各位叔伯族老们，不是我们一家非要断亲，是我爷爷奶奶们逼得我们不得不断亲呢。我爹自从腿受了伤，没有了赚钱能力，我奶奶就嫌弃我们一家3口吃白饭，把我们一家3口分了出来。如今我们好不容易靠着做唐朝板栗的小买卖挣点钱过日子，我爷爷奶奶又过来逼我们拿出方子，他们一次又一次拿着孝道来压榨我们，再这样下去，我们一家人就没活路了。还请各位叔伯族老们和李正爷爷今日帮忙做个见证，我们家交出唐朝板栗的方子，但从此以后和我爷爷奶奶以及大伯一家断亲。好，只要你们把方子交出来，我答应你们断亲。一张方子就想断亲，太便宜他们了。咱们辛辛苦苦把他拉扯大，怎么着也得再给20两养老银子才行，否则的话我不同意断亲。对呀，二弟，爹娘把你拉扯大多不容易呀，你们卖唐朝板栗挣了那么多银子，必须给爹娘20两银子的养老钱才行啊。
大伯娘，我家是挣了点银子，可这银子我们一部分已经用来买地了。我还打算带我爹去城里治疗腿伤。今日若不是你们上门来，我已经带着我爹去县城看大夫了。我们家没有多余的银子给你们。你爹那腿都过了这么久了还没好，再去看大夫也是浪费银子。要浪费也是浪费我自己挣的银子，轮不到大伯娘在这里指手画脚。给你们唐朝板栗的方子，同意就立马写断亲文书去县衙盖章，不同意就拉倒。要银子我们家就没有。怎么可能没银子？你们家昨天不是还说要建青砖瓦房吗？建个瓦房起码也得20两银子吧，把建房子的钱拿给你爷爷奶奶养老不就行了？就是啊，老二，我和你爹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你现在要跟我们断亲，那就必须给20两银子的养老钱。老婆子，养老银子就算了吧，只要他们把方子拿出来就行。老头子，你不能答应啊！咱们含辛茹苦把他拉扯这么大，又给他娶媳妇儿，他们给个方子就想跟咱们断亲，太便宜他们了，我坚决不同意。对呀，爹，不能不给养老银子呀。爹娘，你们把我养这么大确实不容易，这20两的养老银子我认了，但家里建青砖瓦房的银子是千化赚回来的，我不能动孩子的银钱。我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银子，这20两算我欠你们的，以后我再还给你们。好，我同意了，但是你要写个欠条给我们。老头子，咱们赶紧让李正大人帮忙写个断亲文书和欠条。欠条就不必写了。爷娘，青砖瓦房咱们家暂时就不建了，20两银子我给他们就是。在梁氏族老的见证下，梁老头和梁老二在断亲文书上都签字按了手印。从此以后，梁老二的名字也就从梁氏族谱上划了出去。爹娘，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们了，感谢你们这些年对我的生养之恩，从今往后我就不再是你们的儿子了，你们二老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哼，你这个不孝子，为了一个连儿子都生不出的女人和一个赔钱货，就不要自己的亲爹亲娘了。我只当自己从没有生过你。你们赶紧把银子和方子交出来，咱们两家从此以后就再无干系。哎呀，20两银子，这可是一笔巨款呐，在乡下都能修建一座青砖瓦房的院子了。哎呀，这下我儿文治读书的银子不用愁了，等方子拿到手，我家还能源源不断地挣更多的钱。哼，柳氏生了个赔钱货，还想过得比我好，做梦！还是我生了儿子好呀，公爹和婆婆可都是向着我儿子呢。朱氏，你是不是疯了？在一边傻笑什么呢？娘，我笑了吗？哎，娘，唐朝板栗的方子还没有拿到呢，赶紧让他们把方子拿出来。对，你们赶紧把唐朝板栗的方子叫出来吧。梁老太太，你又没送我爹和我去读过书，我们可都不识字，怎么写方子？再说了，您自己认识字吗？我若是写方子，你看得懂吗？那你就直接把方子说出来吧，这唐朝板栗到底是怎么炒的？这么多人，你确定让我现在说？你们这些人还赖在这院子里干嘛呢？啊，你们还要不要脸了？这唐朝板栗的方子是你们能听的吗？赶紧都给我滚出去！这梁老太太居然还好意思骂我们不要脸，她自己的脸皮可是比城墙还厚呢。这唐朝板栗呀，也没什么太特别的，主要就是捡些河沙洗干净，把板栗划开口子，放在河沙里面一起翻炒，再加些糖稀和食用油就行了。这糖稀就是用饴糖加水熬煮成稀糖水。你莫不是蒙我吧？居然是用河沙炒的。老二，你来说，到底是不是真的？娘，不，梁老太太，是真的，就是用河沙炒的。行，我知道了，
以后咱们两家就再无半点干系了。你们一家人是死是活都与我们无关。等文治考上了功名，你们要是混得不好，也别上门来乱认亲戚，我们是不会认你们的。老二，这可是你们自己选择的，原本只要你们拿出方子就行了，结果你们非要走到断亲这一步。梁老爷子，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与其留着你们这些总是打着文治读书的名义来压榨我们家的人，倒不如断绝关系来得好。也请您管好您的大儿子一家人，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一家三口的平静生活了。随后几人一起进了衙门，不到20分钟就在县衙里把事情办好了。千华收好了自己的那份断亲文书，和柳氏一起带着梁老二直奔县城最大的医馆仁济堂而去。千华，如今咱们唐朝板栗的方子也给出去了，以后又没有收入来源了，爹这腿就别看了，家里剩下的那点银子，咱们就都留着过日子吧。爹，这唐朝板栗本来就很容易偷学啊，反正县城里已经有人发现唐朝板栗的大致做法了，咱们的方子就算现在不给出去，再过段时间大家也都会知道。但您别担心，就算是照葫芦画瓢，他们做出来的味道也未必有咱们家的好吃，这其中的精髓不是他们一时半会儿就能琢磨得出来的，咱们家照样能摆摊儿。真的吗？咱们还能摆摊儿？当然是真的呀。那就好。我没打算一直靠唐朝板栗过日子，我在梦里学会的东西啊可多了，以后还能靠别的东西挣钱呢。所以爹，您不用心疼钱，只管先把腿伤治好。好，那爹就听你的去治腿。徐大夫，我爹的腿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几个月了还是无法痊愈？他走路只要一使力就会很疼。令尊这腿骨当初是谁接的？根本没有接好啊！是我奶奶请的游医给接的骨。真是庸医误人呐！令尊这腿骨根本就没有接正，幸亏你们现在来重新诊治了，若是再耽误一段时间，恐怕你爹以后就真的成残废了。徐大夫，那我爹的腿现在应该怎么治疗呢？为今之计，只能把你爹腿骨打断，然后再重新把骨头接正。我再开个药方，你们抓药给令尊好好调理一番。徐大夫，这接骨和吃药要花多少银子？重新接骨需要5两银子的接骨费，吃药1个月需要4两银子，得连吃3个月的药。哎呀，千华，这接骨和吃药都太贵了。爹，您不用担心，咱家的买卖还在做着呢，银子还能赚回来的呀。我说过，即使倾家荡产，也要把你的腿治好。这个闺女真的没白养啊，实在是太贴心了。大夫，劳您现在就给我爹重新接骨吧，这里是17两银子，接完骨再帮我们抓3个月的药。好，老夫这就安排一间病房出来给令尊接骨。这打断骨头会有些痛，您待会儿可要忍着些。大夫，您放心吧，我受得住的，这点苦不算什么。闺女花了这么多银子给我治腿，我一定不能辜负闺女的期望。梁老二心里不禁暖暖的。梁老太一直说女娃子就是赔钱货，但在梁老二心里，他家的闺女就是他的宝。梁老太知道唐朝板栗的具体做法之后，3个女人下午就开始在家里尝试着做唐朝板栗。几人终于合力炒出了第一锅唐朝板栗。娘，味道怎么样？和那个臭丫头家做出来的一样好吃吗？哎呦，好像比那个臭丫头家做出来的味道差一些，但勉勉强强也能入口，应该多炒几次就能跟他们家的味道一样了。娘，好像没有二叔家炒出来的好吃。招娣，咱们两家已经断亲了，他已经不是你们的二叔了。是娘，我知道了，以后我不叫二叔了，就叫梁老二。你知道就好，去把你爷爷、公爹还有你男人都叫出来，一块来尝尝咱们炒的板栗。哎，好，
娘，我马上去叫他们。如今我算是多年媳妇熬成婆，终于也能指挥我的儿媳妇干活了。哎呀，这种天天能发号施令的感觉还真是爽啊！难怪梁老太以前也喜欢对着我们3个妯娌发号施令呢。你们觉得味道怎么样？可以拿去县城摆摊卖了吗？娘，好像没有千花妹妹家炒出来的好吃啊。什么千花妹妹？那个臭丫头已经跟我们家断亲了，以后不许叫她妹妹。记住，你的妹妹只有翠花一个人，再让我听见你叫她妹妹，别怪你娘我翻脸无情。是，娘，我以后不叫了。你们炒出来的糖炒板栗没有千花家炒出来的好吃，千花家炒出来的板栗又甜又软，咱们家这个好像还不够甜。文勇说的没错，确实不够甜糯，而且其中还会夹杂着1-2颗没有炒熟的。不够甜应该是糖稀放少了一点，没熟应该是出锅太早了。这是我第一次炒，难免失误。等我们出去摆摊子的时候，我多放些糖稀，掌握好火候就行了。娘，我们家已经没有板栗果了，我们要学学梁老二家在村子里以1文钱1斤的价格收购吗？梁老二愿意给1文钱1斤的价格，那是他们傻，咱们可不能那么傻啊！那价格明摆着就是给高了，咱们可不能便宜了那些村民们。往年商贩那都是1文钱2斤的价格收购的，咱们呢就按照商贩给的价格收就行了。文勇，你娘说的对，咱们家可不能那么傻。你和你爹现在就赶紧去村子里面收板栗去吧，板栗收回来，咱们明天就能去县城摆摊子了。他平时就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除了文志和梁老头能从他的手里要到银子，其他人想要从他的手里要到几个铜板都难。自从文勇娶媳妇那天，朱武参加喜宴的时候，见着了长得越发水灵的千花。回去之后，他日也思，夜也想，都快要相思成疾了。娘，我真的很喜欢千花妹妹，若是这辈子不能娶千花妹妹为妻，儿子会遗憾终生的。娘，我求你了，您就答应儿子，赶快找媒婆帮儿子去提亲吧。行，你要是真喜欢他，娘这就找媒人帮你去他家提亲。真的吗，娘？您真的答应了？您真的找媒人帮我去提亲吗？当然是真的啦。这梁老二啊，如今虽然腿瘸了，但是他家有了糖炒板栗这么个小买卖，比村子里其他人混的都好多了。这梁老二就千花一个闺女，千花若是嫁给了你，他们家的糖炒板栗方子以后就成咱们家的了。你娘我又不傻，这么划算的事情，娘当然要同意呀。娘，我娶千花妹妹不是为了方子，我就是真心喜欢她。好好好，娘知道你是真心喜欢她，娘这就去找媒婆帮你提亲。但是你必须保证啊，娶了媳妇儿可不能忘了娘，以后娘说什么你照样得听。娘，儿子哪能忘了您呢？您就放心吧，我和千花妹妹以后都会好好孝顺您，听您的话的。朱五娘见儿子这么说，满意极了。一想到只要娶了千花，家里就能发财，她是一刻都等不及了。这不，朱五娘带着王媒婆亲自登上了梁老二家的门。刘家妹子，恭喜恭喜呀！我是替朱家公子过来求娶你家闺女的。这朱家公子啊，长得那是一表人才，10里8村都难找出长得这么俊的年轻小伙子了。朱家公子不但长得俊，平时也是勤劳肯干，对你家千花丫头啊，那更是一片痴心呀。这件事儿我一个人也做不了主，我得跟我家男人商量一下。好，婚姻大事儿，做父母的自然是要商量的。看来这梁老二家真的是发了财呀，虽然住着茅草屋，但家具都是买的崭新的。梁老二就千花这么一个闺女，平时又特别宠爱她，等2个孩子成亲，这些新家具肯定都会陪嫁给千花，到时候这些好东西就都是我们朱家的了。东边屋子里的父女2人其实早就听到了外面的声音，千花都有些无语了。娘，您回绝了他们吧，女儿不喜欢朱武，我是不会答应这门亲事的。千花，你被退了婚，本来名声就受损了，
朱武这孩子我也见过，长得嘛端端正正的，一看也是个实心眼的人。要不你就答应了算了，娘真怕以后连这样的都找不着了。是啊，千花，你就听你娘的，答应算了吧。我和你娘最担心的就是你以后找不到好婆家。爷娘，你们放心吧，女儿以后不管嫁不嫁人都会过得很幸福的。我真的对朱武没感觉，还请爹娘不要逼我。柳氏见千花态度坚决，只能作罢。王媒婆本来以为他们家肯定会一口答应亲事，像这种被人退了亲的女子，一辈子都有了污点，还能有人上门来提亲，都是祖上积德了。柳家妹子，你和老二商量的怎么样了？王媒婆、朱家大姐，真的麻烦你们跑这一趟了。我家男人说我们家千花丫头还小，要多留她在家里几年，暂时还不想让她定亲和成亲。柳氏啊，你家闺女都13岁了，过完年马上就14岁了，已经老大不小了。她被人退了亲，名声早就坏了。现在有这么好的亲事摆在眼前，那可是她前世修来的福气呀。王媒婆见柳氏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知道这件事儿也不是完全没戏。何况这朱家可是你大嫂的娘家人，你们都是知根知底儿的。朱武这孩子人品好，又肯干踏实，这么好的小伙子，过了这个村儿可就再也没有这个店了呀。你们确定不答应吗？多谢你们的好意了，我们很确定，这亲事我们不答应。要不是我儿子看上你，求着我上门来提亲，我还瞧不上你这样的货色当我儿媳妇呢。哼，一个被退了亲的二手货，以为自己多值钱呢？啊，你想在我跟前摆谱，长得一副狐媚样，一看就不是个安分的主。我倒要看看你日后能嫁给什么样的好人家。王媒婆，我们走。说完，便带着王媒婆气冲冲地走了。爹娘，以后有任何人上门来提亲，请你们都不要私自答应。我以后要嫁的男人，只能我自己来挑。如果遇到喜欢的人，我自然会和你们说的。你这傻孩子，可千万别再说这样的傻话了，叫人听见可就糟了。哪有女人说要自己给自己找男人的？不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吗？娘，我知道啦，但是这件事儿你们必须答应我，我自己的婚事必须我自己做主。你们要是私自帮我做决定，我过得不幸福，会恨你们的。千花只想争取自己的婚姻自由，她可不想随随便便就被许了人家。这种包办婚姻，她真的是完全无法接受。傍晚，向阳村一处山脚下，一男一女2个人正在一棵大槐树下鬼鬼祟祟地说着话。你说什么？表哥去千花家提亲了？消息准确吗？这还能有假吗？你舅妈今天早上带着王媒婆亲自上门提的亲呢，但是被千花给拒绝了。这件事已经在咱们村子里传得人尽皆知了。他叫吴强，是云峰村里出了名的小混混。他平日里不仅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经常在各个村子里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千花那个小贱人，他居然还拒绝了表哥的提亲。他一个被退了亲的破鞋，有什么资格拒绝表哥？我心心念念爱而不得的男人，千花却能轻而易举地得到他的爱，关键是他居然还不要，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赤裸裸的侮辱。凭什么？那个贱人究竟凭什么？吴强站在一旁，看着翠花那副面部扭曲的模样，饶是他这种见惯了各种卑鄙龌龊之人的小混混，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强子哥，谢谢你特意过来告诉我这个消息，这些钱你拿着去买几两酒喝吧。翠花递过来20文钱，这可都是孙旺辛辛苦苦挣回来交给他的，没想到他却用来买消息了。既然消息已经送到了，那我就先回村子里去了啊。强子哥，您先别急着走啊，我还有一件事情要麻烦您呢。这件事情你要是帮我办成了，我给你1两银子的报酬。什么事儿？你说。翠花走过来，悄悄在他耳边说出自己的计划。果然是最毒妇人心呐。
他吴强虽然经常干偷鸡摸狗的事情，但从来没有真正伤过人。这不太好吧？要是他去县衙告我可是要坐牢的啊！强子哥，你傻呀？他要是真的被你毁了清白，他怎么可能会去县衙告你呀？他要是敢嚷嚷出来，他自己也没脸活在这个世上了。村子里的人知道了，也会把他沉塘的。只要你按照我说的话去做，到时候他就只能乖乖的嫁给你了。你既能得到我承诺的1两银子，又能白得一个媳妇儿，这么好的事情，你还怕什么？果然，吴强一听也觉得翠花说的有道理，这个计划对他来说是稳赚不赔的事情。行，我答应你了，不过你得先给我1半银子，以示诚意。强子哥，我今天出门没带那么多银子，这半两我现在给不了你，我身上还有100文，你若是想要，可以先拿去用。你放心，事成之后，剩下的银子我一定会给你。行吧，那你赶紧把100文拿出来吧。翠花刚从怀里摸出剩下的100枚铜钱，吴强立马就一把抢了过去。这可都是孙旺去镇上做帮工，做了好几天才赚到的钱。强子哥，既然你输了钱，可一定要记得找机会下手啊，这样才能拿到剩下的钱。好的，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不过这千化丫头天天和梁老二以及柳氏在一起，我上哪儿找机会下手去啊？强子哥，他总有落单的时候嘛，等他落单的时候，你再下手也不迟啊。等你什么时候办成了这件事儿，我保管带着大礼上门去喝你俩的喜酒。行，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哼，贱女人，看你还敢不敢抢我的表哥。等你被这个老光棍毁了清白，我看表哥还会不会喜欢你。等翠花回到家，孙旺已经从镇上做工回来了。媳妇儿，这是今天的工钱，加上之前交给你的，咱们俩应该已经攒了100多文钱了吧？旺哥，之前上交的钱已经没有了，我今天都花掉了。100多文钱你一天就全花掉了？你买什么东西了？你个败家娘们儿，你这也太不会过日子了吧？旺哥，我嫁进来2个多月了，娘不是一直催着要我赶快生孩子吗？我今天出门遇到了一个游医，他那里有助孕药丸卖，虽然要100多文1颗，但为了早点给你生个大胖小子，我一咬牙就买了1颗吃了。你要是生气的话，我以后再也不买了。翠花，原来你是为了给我们孙家延续香火，是我错怪你了，对不起啊。旺哥，你能明白我的苦心就好。那游医说了，那药丸要连续吃10颗才有效，可惜我手里没有那么多的银子，只能买1颗吃了试试。翠花，你别担心，我明天就找娘要1两银子，给你去买药丸。夫君，你对我真的太好了。你是我媳妇儿，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啊？只要你开心，我也开心。翠花，夜已经深了，咱们接下来赶紧造娃吧。孙旺急不可耐地吹灭了油灯，接着床板开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等朱武到了梁老二家，柳氏开门见到了朱武，很是吃惊。一定是他爹娘不答应亲事，肯定不是千花妹妹自己拒绝的。娘，您先进屋去吧。柳氏闻言1步3回头地进了屋子。朱家表哥有什么话就直说。千花妹妹，我娘上门来提亲了，你知道吗？我知道。是你爹娘不同意我们的婚事，对不对？他们是觉得我哪里不好，我一定改过来。不是我爹娘不同意，是我自己不答应。朱家表哥，我并不喜欢你，如果勉强在一起，我们也不会幸福。千花妹妹，感情是可以培养的，你嫁给我，我一定会好好对你。我娘在成亲之前也不喜欢我爹呢，现在不是一样过得好好的吗？朱家表哥，我不否认感情可以培养这句话，但很多时候培养出来的只是一种习惯或者是亲情，不一定就是爱情。我也能预测到，无论跟你培养多久，我也无法爱上你。千花妹妹，你爱不上我也没有关系的，只要你肯嫁给我就行，我定会一辈子好好疼你宠你的。你没关系，但我不行啊。如果不爱一个人，我绝对不会嫁给他。
朱家表哥，单方面的爱不会有好结果的，两情相悦的人在一起才会幸福快乐。你还是不要再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是因为江林吗？你心里爱着的人一直是江童生，对不对？不是，我也不喜欢江童生。朱家表哥，我真的很谢谢你喜欢我，你的爱应该给一个同样会爱你的女子，没有回应的爱不值得纵身一跃，我不想耽误你。我知道了，谢谢你如此坦诚地告诉我。千花妹妹，祝你以后跟你的爱人过得幸福。爱而不得，真是人世间一大痛苦啊！可是再纠缠下去也没有意义了，他失魂落魄地迈出了梁老二家的院门。翌日清晨，梁小弟，你们家好些日子没来城里摆摊子了啊，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吗？周掌柜，前段时间家里事情比较多，就休息了几天，这不事情一忙完，立马就来县城出摊了。啊，我家少东家前2天过来巡店，还说家里的老夫人、夫人和小姐想吃你家的糖炒板栗呢，但是你家没有出来摆摊子，只能去别的摊子上买了一些拿回去。哼，结果府里的老夫人、夫人和小姐都说别人家摊子上的糖炒板栗不好吃，跟你们家的味道差太远了。府里的贵人们喜欢吃我家的糖炒板栗，也是我们的荣幸。我们少东家说了，你们要是出来摆摊，等他来了店里，让你直接给他留10斤板栗送到酒楼里来。行，若是你们少东家今天来店里了，还麻烦周掌柜派人告诉我一声。哎，好的，若是我们少东家今天过来了，我定会让店小二去通知你们的。千华拿着工具在摊子上摆放好之后，柳氏开始生火炒板栗。娘，我去城西铺子里取前2日定制的油纸包，你自己一个人先看着摊子，没问题吧？你去吧，我暂时没问题，但你得快去快回，要不然等这锅板栗炒熟了，我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好，我尽量走快点。千华等到了自家摊位，傻眼了，只见他家的摊子已经成了一片狼藉。娘，发生什么事情了？千华，你终于回来了，咱们的摊子被人砸了。谁砸了我们的摊子？蔡小爷没管吗？蔡小爷今天还没来呢，就算来了他也管不了。咱们没来的这些天，摊位旁边的店铺被人收购走了，又重新装修了一家酒楼。他们的掌柜说，我们这些摊贩摆在他们酒楼旁边，挡着他们客人的道了，就让店小二出来驱赶我们这些摊贩。咱们家的东西有点多，我不过是收拾的慢了一些，那掌柜的就让店小二打砸我的东西。还好对面醉仙居的周掌柜看到，让人出来帮忙，把咱们的锅炉都护着了，要不然咱们的锅炉也被他们砸了，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千华抬头看了一眼新装修的酒楼，这家酒楼的规模貌似比对面的醉仙居的规模还大。只见酒楼的牌匾上面写着吉祥酒楼4个大字儿。好汉不吃眼前亏，今天这口气他只能逼着自己咽下去了。他日若有机会，定要让这吉祥酒楼变成倒霉酒楼。娘，没关系的啊，咱们再重新找个摊位就行，我们先赶紧把柴捡起来。千华，咱们不用重新找摊位了，周掌柜说了，以后可以让咱们在他们酒楼旁边摆摊儿。千华，以前是娘的思想狭隘了，你以前给他们送板栗，娘还总是说你。今日周掌柜愿意出手帮我们，估计就是看在你以前给他送板栗的份上。娘，您现在明白也不晚呢，在外面多个朋友就多条路，以后我再给人送礼，您就不要心疼了，有舍才有得，太抠门的人是交不到朋友的。娘知道了，以后你要做什么，娘都不会说了。梁老大和朱氏今天也来县城摆摊了，县城里一下子有了4家卖糖炒板栗的摊子，已经是供大于求的状态了。这是咋回事啊？为什么我们的摊子没人来买呢？是不是我们卖的太贵了？千华他们家不也是卖的10文钱1斤吗？他们怎么卖得动？县城里不止千华他们一家在卖糖炒板栗，还有其他2家摊子上也在卖，
而且这2家只卖5文钱一斤。什么？居然还有2家？是啊，娘，要不我们也卖便宜点吧？要不然家里收购了那么多板栗，卖不掉烂掉了，可就糟蹋了呀。那我们卖几文钱合适？咱们这板栗1文钱2斤收购过来的，另外2家卖5文钱一斤，咱们就卖4文钱一斤吧。价格低是低了点，但咱们照样有的赚啊。行，那就听你的，卖4文钱一斤试试。降价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整个县城如今也就他家卖的最便宜。不一会儿，他们的摊子前就排起了长队。你们听说了吗？那边又开了一家卖糖炒栗子的摊子，只卖4文钱一斤呢，咱们赶紧去买了尝尝看啊！才4文钱一斤吗？这么便宜啊？哎，那我也去那边买。千华，这可怎么办呀？本来新开的2家摊子降了1半的价格，就已经让我们流失了不少顾客。现在你大伯娘居然只卖4文钱一斤，咱们摊子岂不是更加难做生意了？要不咱们也降价吧？娘，您别着急，咱们只要保证好板栗的质量和口感就行。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咱们不必急着降价。这时，蔡小爷带着一群小弟来收摊子费了。梁小弟，你们家终于舍得出来摆摊子了，我都想吃你们家糖炒板栗想了好几天了。来，赶紧给我来5斤。你是不知道，另外2家摊子上炒出来的板栗跟你们家的味道压根就没法比，有时候还能吃出烂板栗来，还是你家的糖炒板栗味道更合我胃口。哎，你们家的摊子不是摆在醉仙居对面的吗？怎么今天挪到醉仙居旁边了？千华把之前发生的事情跟蔡小爷说了一遍。梁小弟，真的抱歉，他们不让你们在酒楼旁边摆摊这个事儿，我也无能为力。这新开的酒楼老板姓马，是咱们清溪县的富商，他们家是靠做各种糕点和甜品生意发家的，灵州城各个县城都有他们家的铺子，他们家还涉足了许多别的行业，跟官府的人也有些交情，这种人物我也得罪不起啊。蔡小爷，您不必自责，像他们那样的富商，咱们这种小老百姓都惹不起。我们的摊子摆在这醉仙居旁边也挺好的。你们理解就好，2文摊子费就不用给了，直接从50文板栗钱里扣除了。蔡小爷直接数了48个铜板给他。蔡小爷拿了板栗，带着弟兄们又往西去收摊子费去了。突然，一辆华贵的马车出现在了醉仙居的门口。千华看着那辆马车有些眼熟，果然，穿着一身灰色棉薄衣的袁琦先从马车上跳了下来，紧接着楚逸尘也从马车上走了出来。他唇瓣含笑，五官俊美，折扇摆动间难掩贵气风流。千华看得有些痴了，楚逸尘感觉到有道目光在盯着自己。莫非这个小摊贩是个断袖？要不然他怎么一副色眯眯的表情盯着我看？见他坦坦荡荡地跟自己打招呼，楚逸尘又觉得似乎是自己想多了。邵东家，您叫我有什么事？我们酒楼昨天的业绩下降了不少，今天中午吃饭的客人看着又比昨天少了许多。对面新开张的吉祥酒楼对我们影响挺大的，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周掌柜前脚刚进雅间，千华后脚就跟着上楼了。他是过来给楚逸尘送板栗的，里面的人正在谈事情，自己此时进去恐怕不大妥。邵东家，我让人打探过了，我们酒楼有的菜品对面酒楼都有，他们酒楼还有许多我们没有的新菜品，而且跟我们酒楼同样的菜品，他们每一道都要比我们便宜2-3文钱，要不然我们也降价试试。若是我们降价，他们又跟着降价怎么办？难不成我们还能继续一再降价吗？难道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那如果不能降价，咱们只能想办法研究新的菜色了。只不过研究一个新菜品出来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今日已经跟几个大厨在商量了，可惜他们暂时都没想出什么好的新菜品。老周啊，和厨师们一起研究新菜品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务必尽快研究几道新菜出来。
对面吉祥酒楼对我们的生意造成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再这么继续下去，不出1个月，我们酒楼可能就要关门大吉了。少东家，我知道了，我一定让厨师们尽快研究出新的菜品。你先下去忙吧，让店小二服务的更周到一些，务必稳住我们的老顾客。是，少东家，那我就先告退了。等周掌柜打开了房间门，千化做出一副刚刚上楼的样子。周掌柜，你们少东家在房间里面吗？我是特意过来送板栗的。在的，你稍等一下，我先进去通报一声。老周，让他进来吧。梁小公子，我们少东家让你进去。好的，谢谢周掌柜。千化走进了屋子，只见白衣少年眉头微皱，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少东家，我是过来送板栗的，这是您要的10斤板栗。元杰，给他银子。是公子。他忍不住偷偷抬头看了看眼前的白衣少年，只见他俊美的面容上满是愁容。千化突然生出了一种很想帮他的冲动。这吉祥酒楼今天砸了他们家的摊子，周掌柜出面帮了他们，自己若是能研究出新的菜品帮了这楚家少爷，一来算是报恩，二来也等于帮自己家报了仇，一举两得。千化盯着楚逸尘的方向，想心事想得出了神，拿了铜钱，一时也忘记退了出去了。哎，小公子，钱已经给你了。哦，好的，谢谢了啊，那我就先走了。千化回过神，赶紧告辞退出了雅间。公子，这小摊贩可真有意思，他刚刚居然瞧您瞧得出了神呢。虽然公子您貌若潘安，可平时都是女子痴痴的瞧着您，像他这样一个大男人瞧您瞧得发呆的，我还是头回见呢。公子，他该不会是个兔爷吧？元吉，以后不要再开这种玩笑了啊，否则我就罚你去抄书。是，公子，元吉知错了。他最讨厌抄书了，看来他今天这个玩笑开得有些不合时宜呀。娘，我们今天收摊了，去鱼贩子那里买条鱼回家吃吧，我想吃鱼了。好，你想吃咱们就买呗。娘，咱们再去买些面粉回家吧，我在梦里学了一道新菜式，我打算晚上回去做给您和爹尝尝。好，听到闺女又在梦里新学了东西，柳氏非常开心。千华，这就是你在梦里新学的菜吗？这道菜叫什么名字？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是的，爹，这道菜叫剁椒鱼头，咱们直接把煮熟的面条放在鱼汤里蘸一下就能吃了。闺女，这个剁椒鱼头实在太好吃了，面条蘸上鱼汁，吃起来特别香，能不能再给爹夹一碗？爹，不行，您待会儿还要喝药呢，不能吃太辣了。千华，你做的这道剁椒鱼头太好吃了，娘吃一口啊，感觉舌尖上都满是鲜香。明晚咱们还做这道菜吃吧。娘，咱们今天做的这个鱼头味道还不算好吃的，可能是我时间没掌控好，蒸的有些久了，把鱼肉给蒸老了。若是时间短一点，鱼肉应该更加鲜嫩。这蒸老的鱼肉我感觉已经很好吃了，若是蒸嫩点儿，那这鱼肉岂不是成了人间美味了？娘，蒸的嫩的鱼肉还不算人间美味呢，若是有酱油淋在鱼头上一起蒸，那味道才叫鲜美呢。可惜这里还没有酱油呢。酱油？那是什么东西啊？我只听过肉酱和鱼酱，酱油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是一种调味品。娘，等以后有机会我做出来了，您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其实千华下一步计划就是制作酱油，这也是他为什么买下那一大片荒地的原因。梁家老宅这边，爹娘，咱们的板栗今天卖的可好了，带去的100斤板栗全都卖完了。真的吗？那岂不是卖了1两银子？没有娘，我们是以4文钱1斤的价格卖出去的，100斤总共卖了400文钱。不是说唐朝板栗10文钱1斤吗？怎么只卖4文钱1斤呢？
娘，卖10文钱1斤根本没人买。县城里除了千化他们一家，还有另外2家也在卖唐朝板栗，人家只卖5文钱1斤。我们没办法，只能降价了。奶奶，咱们的板栗是1文钱2斤的价格收购的，100斤才50文的本钱，糖稀和食用油也放得特别少，100斤板栗大概就20文钱的糖稀和食用油成本，咱们卖了400文，1天就纯赚了330文啊！这个买卖已经非常划算了。老婆子，文勇说得对，除开本钱1天能赚几百文，这已经是非常赚钱的买卖了，你就不要再贪心了。梁老太嘟囔了几句，从朱氏手里拿过那400文钱收了起来。朱氏，趁着天还没黑透，你带着招娣赶紧去山边多捡些柴回来。文勇和老大，你们就给板栗划开口子，咱们得赶紧把东西都准备好，明天继续去城里摆摊儿。几人听了命令，立马行动起来。第2天，朱氏他们进城，发现自家的摊子上又没了什么生意。怎么办呢？另外2家摊子也和咱们一样，只卖4文钱1斤了，许多顾客又去他们那里买了。那咱们再降价吧，卖3文钱1斤，只要买的顾客多，一样能赚钱。行，那就听你的。娘，城里的生板栗都卖2文钱1斤呢，咱们的唐朝板栗再卖3文钱1斤，已经是最底线了。若是另外2家摊子又学咱们降价，咱们也不能再降了啊。娘知道了，放心吧，娘没那么傻，不会再降价了。降价的效果非常好，大家一听唐朝板栗居然只卖3文钱1斤了，许多没有尝过的穷苦老百姓也纷纷来朱氏家的摊子上买了吃。这些穷苦老百姓一次买的也不多，都是1斤2斤的买了吃。虽然他家炒出来的味道比千化家差了很多，但架不住他们卖的便宜呀。千化家的摊子这几天的生意都很稳定，吃正宗唐朝板栗，只吃柳记开口笑板栗。到了午饭的点儿，他发现去吉祥酒楼吃饭的客人非常多，对比之下，醉仙居这边就显得有些冷清。估计今天那位少东家又要发愁了，我一定要尽快把剁椒鱼头做出最满意的味道。我相信只要把这道剁椒鱼头做成功，一定能帮醉仙居挽回不少流失的顾客。这是哪个天杀的王八蛋呢？啊！把我儿子和孙子打成这副模样，到底还有没有王法呀？朱氏，你是个死人吗？啊！有人打你男人和儿子，你就不知道帮忙吗？娘，不是我不帮忙，对方有5、6个彪形大汉，我一个妇道人家，哪里打得过人家呀？而且人家一上来就用麻袋把我的头罩住了，他们没有揍我，都已经算格外开恩了。到底是谁打的？你们就没有去报官吗？奶奶，他们先用麻袋罩住了我们的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是谁啊。但是他们警告我们不许再去县城里摆摊子了，否则下次他们就会直接打断我和我爹的腿。梁文勇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招娣找了一瓶跌打药给他涂着脸上和身上的伤。梁老大也好不到哪里去，浑身都挂了彩。天杀的，太欺负人了！打了人，居然还威胁我们不许进城去摆摊子。难不成是千化那个贱丫头后悔给了我们方子，见不得我们摊子生意好，所以找人打的你们？奶奶，不可能是千化他们，他们家摊子上的生意根本没受我们影响，他们没有降价都比我们家卖得更好，根本没有必要找人打我们。我怀疑是另外2家摊贩做的。另外2家摊贩对于半路杀出的梁老大一家不断降价抢生意的行为怀恨在心，平时互看不顺眼的2个摊位，这次居然难得齐心协力，一起出钱找了一帮小混混教训了梁老大一家。自从我们的板栗降价降到3文钱1斤，这几天生意就格外好，另外2家的客人都被我们抢跑了。那既然你怀疑是他们，咱们可以去县衙告他们呀。奶奶，咱们没有证据是告不了人家的，那些打手脸上都蒙了布，
一上来就立马用麻袋把我们的头全罩住了，我们连对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还怎么告啊？难不成你们这顿打就白挨了？他们还警告我们不许去摆摊子，难不成我们真不去摆摊了？娘，幸亏今天他们没下死手，我和文勇算是捡回了一条命。这摊子咱们还是别摆了吧，啊？老婆子，老大说的对，明天你们3个就别去摆摊子了，以后也都不用去了。这个唐朝板栗的生意我们家不做了，要不然下次人家真下狠手可怎么办呢？爹，那咱们家还剩1000多斤板栗没卖出去，怎么办呢？咱们家一下子又吃不完，放在家里过一段时间是会烂掉的呀。那可是花了1两银子收购回来的，烂掉就太糟蹋了。是银子重要，还是你男人和你儿子的腿重要啊？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若是下次他们下狠手，伤及性命，到时候后悔可就晚了。为了减少损失，最后还是无奈接受了商贩的压榨，以1文钱3斤的价格，将1000多斤的板栗全部卖给了商贩。千化也是第2天晚上摆摊回来，听村人说起，才知道梁老大和梁文勇被打的事情。为啥那些人不干脆连朱氏一起揍一顿呢？何必顾及她是个女人？若是把朱氏也狠狠揍一顿，我心里才真的痛快呢。哼，让你们觊觎我的东西，这下子遭报应了吧？千化，他们被人打得严重吗？爹，不算很严重呢，都是些皮肉伤，养一段时间就好了。那些人就是教训了他们一下，并没有真的伤及性命。那就好，这样爹就放心了。爹，他们那样对我们，根本没有把我们当亲人，您以后就别再为他们担心了。他们是死是活，都和我们家无关了。千化，他们抢咱们的方子，确实是做的不对，但他们也都是为了赚银子让文治读书啊。你爷爷最大的心愿，就是盼着梁家出个当官的子孙。他这么做，爹心里虽然难过，但也能理解他。唉，爹和你大伯从小一起长大，你大伯这人心眼其实不坏，就是耳根子太软了。自从娶了朱氏进门，事事都听他的安排，这才导致咱们兄弟之间渐渐产生隔阂，情谊也越来越浅。爹，不管是什么原因，他们抢咱们唐朝板栗方子的行为都是非常可耻的。断亲的时候，奶奶可是半点亲情都没顾呢，愣是要走了咱们家准备建瓦房的20两银子。爹，真正的亲情是相互的，是双向的，不是单方面的索取和给予。他们总是向您索取，而从不给予，我们就要选择远离。您不能因为他们是您的骨肉至亲，就容忍他们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我们。不管和谁相处，都要保持自己的底线。如果您对他们的无理取闹、欺负、压迫视而不见，您的善良反而可能会成为他们继续伤害我们的理由。爹知道了。千化，你放心吧，爹以后不会为他们的事操心了，也不会这么心软了。自家闺女的一番肺腑之言，让梁老二也有些清醒了过来。话说醉仙居那边，楚逸晨和小厮袁吉每天都会去酒楼里巡店，时刻关注着自家酒楼的经营情况。不知小兄弟如何称呼啊？听周掌柜说，你有道菜方想献给我们。回少东家的话，我姓梁。不知梁兄弟想要给我们献的是什么菜方子？我这道菜叫剁椒鱼头，不知道酒楼里面可有新鲜的鱼头？我去厨房做出来给你们尝尝就知道了。梁小公子，我们后厨就有新鲜鱼，我现在就带你去。这道剁椒鱼头，千化已经在家做过好几遍了，如今他已经能熟练地做出这道菜了。1刻钟后，千化揭开了锅盖，只见出锅后的剁椒鱼头散发出香喷喷的辣香味，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好香啊！原来鱼头还能这样蒸着吃，我们怎么都没有想到过。是啊，这个用红色小辣椒蒸出来的鱼头，不仅闻着香，看着也让人很有食欲呢。少东家，
周掌柜，这道剁椒鱼头现在已经做好了，你们2位先尝着看，味道好不好？周掌柜早就已经有些等不及了，闻言，他立马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鱼肉放入口中。楚逸尘也慢条斯理地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鱼肉放入嘴里。这用辣椒蒸出来的鱼肉也太好吃了吧，肥而不腻，入口丝滑。少东家，这下咱们酒楼有救了呀！确实很不错，肉质细嫩，口感软糯，鲜辣都适中。来，你们几位大厨也都尝尝看。几位大厨早已在一旁咽口水了，听得自家少东家发话，立马纷纷拿起筷子，一人夹了一块鱼肉尝试味道。刘大厨，你说说看，这剁椒鱼头的味道怎么样？掌柜的，这鱼头的鲜香被尽量保留在肉质之间，辣椒的味道又恰到好处地渗入到鱼肉当中，入口细嫩晶莹，带着一股温文尔雅的辣味儿。我敢肯定，只要这道菜一推出来，肯定会很受大家欢迎的。是啊，周掌柜，这剁椒鱼头不光味道好，连它的外形都很吸引人，红彤彤的辣椒看着就喜庆。这一道菜如此有特色，恐怕以后能成为我们店里的招牌菜了。周掌柜、少东家，几位大厨，这道剁椒鱼头不光只吃鱼头和鱼肉，还能把煮熟的面条放在汤汁里头蘸一蘸，然后再捞出来吃。这道菜简直是太妙了，我做了厨师这么多年，从来没想到面条还能蘸着鱼汤的汁水吃，而且味道还如此的鲜美。少东家，我们赶快把这道菜推出去吧，只要这道菜推出去，相信我们酒楼的生意一定会比从前更好的。千画细心地交代他一些要注意的地方，这也是他自己经过好几次实践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老刘，做剁椒鱼头的事儿就交给你了。是，少东家，小的知道了。少东家，这剁椒鱼头因其红彤彤的样子，还有一个菜名叫鸿运当头，象征着红红火火，好运连连。而且鱼本身就有年年有余的意思，所以这道菜是一道非常吉祥的菜。咱们大渊国的老百姓都信奉神灵，若是少东家能以鸿运当头这个名字推出这道菜品，再让店小二们给进店吃饭的客人们好好解释这道菜的寓意，恐怕大多数来吃饭的顾客都非常愿意点这道菜，毕竟大家都想讨个吉利的彩头。梁兄弟，还请一步雅间说话。这个小摊贩真的是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呀。梁兄弟，非常感谢你能把这道剁椒鱼头的制作方法告诉我们，你这方子我买了，不知道你想要多少银子？少东家，这道菜的方子呢，我是特意研究出来送给你们酒楼的，不要银子。送给我们？你这道菜方子随随便便卖给县城任何一家酒楼，起码也能卖个几十两银子，为什么要白白送给我们酒楼呢？1为报恩，2为报仇，3为日后的合作。哈，这报恩难道就因为我们店铺让你们每天寄存了工具？其实这件事无足挂齿，完全不值得你把这么好的方子送给我们。报仇和日后的合作恕我愚钝，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还请梁兄弟明示。报恩不仅仅是因为少东家您让我们寄存工具，前些天吉祥酒楼打砸了我们的摊子，幸亏周掌柜及时派人出手相助，并且允许我们的铺子摆在贵酒楼的门口，我心存感激，所以才会研制出这道菜品帮你们。楚逸尘这才明白，难怪他们的摊子从斜对面移到了他们酒楼门口。周掌柜倒是没有跟他提过这件事。报仇就更简单了，吉祥酒楼打砸了我们的摊子，我不想看到他们的生意那么红红火火。送方子给醉仙居，也是希望你们能把顾客都抢回来。只要能让吉祥酒楼吃瘪，我非常乐意白送你们菜方。至于合作嘛，是我打算以后制作一款调味品出来，这款调味品放在菜里面，能让菜的口味更鲜，对少东家的酒楼生意绝对是百利而无一害。若是日后我做出这款调味品，还请少东家
能给梁某一个机会，亲自试试我做出来的调味品。若是少东家尝试之后觉得满意，我们就来谈合作的事宜；若是少东家不满意，梁某也绝不会强求。梁某要的只是一个机会而已。千华早就打探清楚了，这楚家的酒楼遍布整个灵州，几乎每个县城都有一家他们醉仙居的分店。楚家能与自己合作，那么楚家将会成为他家酱油的销售主力军，是他的一个潜在大客户。到时候光是供货给楚家，他就能赚一大笔银子。楚逸晨听他说出自己的要求之后，顿时松了一口气。对方有要求就好办，怕就怕对方无所求。行，你的要求我答应了。梁兄弟的调味品若是制作成功，到时候可以先到醉仙居来找周掌柜，让周掌柜去朱府找我就行。如此，梁某就先谢过少东家了。制作这款调味品耗时非常久，起码也要小半年的时间，恐怕要让少东家久等了。但我敢保证，他非常值得少东家等待。好，非常期待你的调味品制作成功。少东家，我这里还有几个建议给你们，若是你们能采纳，想必也能让醉仙居酒楼的生意更好。梁兄弟请说，朱某洗耳恭听。醉仙居和吉祥酒楼都是县城最高档的酒楼，来你们两家酒楼吃饭的客人和去小饭馆吃饭的小老百姓不同。小老百姓去饭馆吃饭真的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他们更在乎菜的口味和价格，菜越好吃，价格越低，他们就越愿意去吃。但是去醉仙居和吉祥酒楼的顾客却跟这些人的需求有些不同。好，有何不同？来高档酒楼吃饭的客人非富即贵，他们更多的时候不是自己单独来吃饭，而是为了宴请亲朋好友或者生意上往来之人吃饭。他们除了会注重菜的口味之外，其实非常在乎吃饭的环境，价格反而是其次的。酒楼环境越好，他们就会觉得越有面子。吉祥酒楼之所以生意那么好，并不是因为他们比醉仙居的菜便宜几文钱，而是因为他们酒楼是新装修的，吃饭的环境更好。这些富家公子哥和老爷们自然更愿意带朋友去他们酒楼里吃饭。醉仙居若是能花点心思重新布置一下酒楼的环境，不仅能让老顾客重新光临，还能吸引不少的新顾客呢。梁兄弟说的好像有道理，不知梁兄弟在酒楼环境布置上可有什么高见吗？醉仙居是老店铺了，里面的桌椅已经有些陈旧了，建议少东家赶紧换一批新桌椅，然后呢，再买些新鲜的花花草草摆在酒楼里，这样会显得酒楼更高雅，也更有升级。来吃饭的客人看到，心情也会更愉悦。客人心情好了，胃口自然也会跟着好的。另外，听说醉仙居在上菜之前只提供免费的茶水，我建议少东家再免费给客人送一点瓜子儿或者花生之类的小零嘴儿，这样客人在等待上菜的过程中不至于太无聊。这些客人饿了还能先吃点小零嘴儿垫一垫肚子，这些小零嘴儿的成本也不高，却能让顾客感受到醉仙居对客人的贴心服务。他就像个宝藏一样，总是在不断的给人惊喜。这些天他绞尽脑汁都没想出对策来，结果这个小摊贩轻轻松松就给出了这么多宝贵的意见。难道是帮我娘生火的时候脸上不小心抹了黑灰？要不然他干嘛这样盯着我瞧？少东家，请问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没有，梁兄弟脸上并没有什么东西。哦，我能想到的建议就这么多了。少东家若是觉得我提的这些意见无用，可以当我没说过。梁兄弟，你给出的建议都非常好，我马上就让人按照你说的去办。少东家，梁某就不打扰了，我先下楼去帮我娘摆摊子去了。我娘的板栗估计已经炒熟了，她一个人会忙不过来的。梁兄弟，真的很谢谢你给的菜方和这么多宝贵的意见。今天中午我做东，请你和令堂在我们酒楼吃饭。少东家，吃饭就不必了，我和娘都得守着摊子做生意，中午随便吃点东西应付一下就行了。我们没时间到酒楼里来吃饭，只要少东家记得我说的调味品的事情，梁某就感激不尽了。
你放心吧，只要你的调味品制作出来，楚某一定信守承诺，给你这个机会。好，那我就先告辞了，希望贵酒楼生意蒸蒸日上。借你吉言，我送你下去吧。嫂子，我没看错吧？没想到居然是你来了，我还纳闷咱们家的厨房上空怎么会冒着炊烟呢。哎呀，三妹，好久不见了，你许久没回娘家了，爹娘和我们心里一直都惦记着你呢。这不，爹娘特意让我和你大哥抓了一只老母鸡过来探望你们。大哥也和你一起来了吗？他在哪儿？三妹，我在这儿呢，你还好吗？大哥，我很好，爹娘还有我那几个侄儿侄女们在家都还好吧？他们都很好呢。你身后这小伙子是谁呀？怎么不见千花丫头？大哥，她就是千花。千花，快叫你舅舅和舅妈。舅舅舅妈。哎，还真是千花丫头啊，居然长这么高了，都快比你这几个表哥高了。你一副男孩子打扮，舅舅都没认出来呢。是呀，哎呀，千花丫头这身高啊，还真快赶上咱们家那几个臭小子的身高了呢。哎，你秀儿表姐都15岁了，还没你13岁的个子高呢。大哥大嫂，咱们家千花确实长得快，马上我又要给她缝制冬衣了，以前的棉衣基本上都短了，已经没法穿了。哎，对了，大哥大嫂，你们俩在厨房干嘛呢？三妹，我和你大哥呀，听妹夫说你和千花如今在县城摆摊做生意，每天都很晚到家。我和你哥呀，闲着无事，就帮你们先做晚饭吧。大哥大嫂，你们上门是客，哪能让你们亲自动手做饭呢？剩下的都交给我来做，你们赶紧进屋歇着就行。千花，去给你舅舅和舅妈倒茶。三妹，咱们都是自家人，不用客气，茶就不用倒了。我和你大哥呀，没把自己当外人，早就自己烧水倒茶喝了。饭呢，我也已经煮熟了，再炒1、2个菜，咱们就能吃饭了。行，那妹子我就不跟嫂子见外了。三妹，你们家的事情，三妹夫都已经告诉我了。三妹夫摔断了腿，你们又被老宅的人分了出来，这段日子你们一家3口一定过得很辛苦吧？爹娘要是知道了，肯定又该心疼了。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派个人来给大哥报个信儿呢？大哥，我不辛苦呢，千花如今也大了，能帮我分担许多事情了。现在咱们一家3口已经和老宅那边断了亲，自己在县城摆摊子做点小生意，日子反而过得比以前更好了。三妹，爹娘这次也是特意叫我和你嫂子过来看看你们的。如今知道你们一家3口过得开心快乐，大哥回去跟爹娘也有个交代了，他们2个老人家也能放心了。舅舅舅妈，你们好不容易来一趟，一定要在我们家多住几晚。千花，看到你们一家人挺好的，我们也就放心了。我和你舅妈打算明天就回去了。大哥，你干嘛那么着急走？你和嫂子就多在我们家住几晚吧。现在是农闲时，家里又没有什么事情做，家里的孩子也有爹娘帮你们看着呢。是啊，舅舅，我还想教你和舅妈怎么做糖炒板栗呢。等学会了，你们也能去自己的县城里摆摊做生意。千花，你愿意把糖炒板栗交给我们？舅舅舅妈，我当然愿意教你们啦。你们在隔壁县城摆摊又不影响我们家的生意，外祖父和外祖母年纪也大了，你们若是能多挣点银子，他们2老也能跟着享福啊。柳氏没想到自家闺女这么善解人意，自己都没有想到让娘家人学糖炒板栗，千花居然想到了。第2日，柳氏就留在家里教自己的大哥和大嫂做糖炒板栗，千花一个人出门买东西。从他们村子去镇上的路都是山路，一路上也没几户人家，尤其是中间路段几乎看不到人烟，今天路上也没几个行人。千花走着走着，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为了保险起见，他突然撒开腿跑了起来。我也没跟什么人结仇啊，怎么会有人跟踪我呢？若说有人临时见色起意，我分明又是一副男子打扮，难道是有人蓄谋已久？千花妹妹，你别跑啊，我是你强子哥呢。什么强子哥？我不认识你，你一直跟着我做什么？我是吴强啊，
咱俩一个村子的呢。哎，千花妹妹，你赶快停下来啊！强子哥有话对你说呢。哼，他有什么话，不知道去我家找我爹娘说吗？干嘛鬼鬼祟祟的跟着我一个小姑娘？一看这人就没安什么好心。他心里非常着急，这荒山野岭的，说是自己被这个老光棍追上，可就惨了。突然，吴强停了下来，他捡起路边一颗鸡蛋大小的尖锐石头，使出全身力气，猛地打在前面奔跑之人的小腿上。千画一下子就被尖锐的石头砸中，他一个重心不稳，往前一扑，倒在了地上。哎呀，千画妹子，你跑什么跑呀？你强子哥我又不吃人，你放心吧啊，强子哥待会儿一定会好好疼你的。难道我今天就要栽在这个淫贼手里了吗？在这个封建的古代社会，一旦我被老光棍怎么着了，除了嫁给他，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强子哥，你要怎么好好疼我呀？千花妹子，待会儿你就知道哥哥怎么疼你了。只要强子哥疼了你这一回，保管你还想让哥哥疼第二回。千画悄悄移到山边，他一手抓了一大把泥土，一手摸着自己的小腿，慢慢站了起来。你骗人，你还说好好疼我呢，我的腿都被你用石头砸得流血了，好疼啊，我现在都有些站不直了。吴强根本没有把她一个弱女子放在眼里，哪怕看到她站起身，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威胁。等下哥哥好好疼疼你啊，腿就不疼了啊。就在他抬起头的瞬间，千画迅速将手里抓着的泥土往他眼睛上砸了过去。砸完后，他转身立马继续往前发疯似的跑了。好你个小贱人，敬酒不知吃罚酒，等老子追上你就不会对你这么客气了。千画感觉到身后之人慢慢逼近了自己，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就在吴强正准备从他身后猛扑上去的时候，千画突然看到了一个熟人的身影。好你个小娘们儿啊，害你大爷我跑了这么久，你还喊救命？哼，这荒山野岭的，你喊破喉咙都没有用。你放开我，蔡小爷，救命啊！别说蔡小爷了，今天就是蔡大爷来了都没有用。老子现在就办了你，你要是老老实实的，我还能让你少受点罪。你要是不乖，就别怪老子不懂得怜香惜玉了。等你成了老子的女人，就只能乖乖嫁给我了。妈的，小爷我最看不惯你这种恶心玩意儿，居然在这欺负一个小姑娘，看小爷我不打死你！让你欺负女人，我让你欺负女人！饶命啊！饶命啊！这是别人指使我做的呀！你们要打就打罪魁祸首去，别打我呀！说，到底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蔡小爷这才停手，然后转头看向身旁披头散发的姑娘。这小丫头怎么这么眼熟啊？好像在哪里见过。千画他立马朝着吴强的重点部位狠狠踢了一下。没想到一个小姑娘居然毫不避讳的就踢男人的命根子，简直是太粗鲁了。可是为什么我还挺欣赏这种不拘小节、干脆利落的行事作风呢？这小丫头够辣、够狠、够个性，简直太对我的胃口了。你赶快说，到底是谁指使你的？你他妈要是敢有一句假话，我立马在这里弄死你！是你堂姐翠花让我这么做的，她说只要我把你办了，你就不得不嫁给我。事成之后，她还愿意给我1两银子，你们就饶了我吧。若不是翠花这么说，我哪里会想着害你啊？她为什么让你这么害我？还不是因为他表哥中午上你家去提亲了，他心里嫉妒，就想毁了你嘛。千花妹子，你就放了我吧，冤有头债有主啊！害你的人是翠花啊，就算没有我，翠花也会叫别人去害你啊。我不过就是想挣点银子花花而已啊。蔡小爷看着眼前女子的眉眼，他总觉得这个小丫头让自己感到似曾相识。
可是他又实在想不起来自己到底在哪里见过他。姑娘，在下不解，你是如何知道我是蔡小爷的？为什么我看着你总觉得你很熟悉？我们曾经在哪里见过吗？蔡小爷，我是梁小弟啊。蔡小爷，我是卖唐朝板栗的梁小弟啊。什么？你是梁小弟？你居然是个女人？我在城里摆摊子是为了方便行事才女扮男装的。今日真的太谢谢您了，要不是您出现救了我，只怕我就被这个恶人给害了呢。梁小弟，梁姑娘，你不用害怕啊，现在已经没事了，有我蔡小爷在这儿，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我现在没事了，有您在，我一点都不害怕了。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要我帮你把这个恶人送官吗？不要啊！千万不要帮我送官啊！求求你们饶了我吧！你们要报仇，就去找翠花呀！蔡小爷，我们借一步说话吧。蔡小爷，请问像他这样作恶未遂的歹人，若是按照大渊国的律法，官府大概会判他多久的刑啊？背后指使之人又能判多久的刑呢？像这种作恶没有成功的情况，估计官府顶多判半年时间吧。若是他在衙门内有点门路，可能半年时间都不需要，2-3个月就能被放出来了。至于背后指使的人，光靠作恶之人嘴上指证是无法定罪的，还必须得有物证。蔡小爷，我不打算送官了。一来若是送官，我作为受害人肯定要向众人讲述自己受害的经过，这对我的名声会有很大的损害。二来若是我爹娘知道这件事儿，恐怕会很担心，以后我再想出来做生意，只怕他们不会允许了。这第3点嘛，主要是对作恶之人的判刑时间太短了，等他坐牢出来，只怕到时候我们家会麻烦不断。我们只是乡下的穷苦老百姓，无权无势的，若是被这种恶人缠上，恐怕会后患无穷啊。这第4嘛，他手上并没有物证，光凭他一张嘴，若是对方抵赖，恐怕很难将指使之人定罪。姑娘，你的考虑都是很对的，送官确实会有损你的名声，那我们就这么放了他？就这么放了，也太便宜他了。既然官府无法替我严惩恶人，我就只能靠自己了。蔡小爷，等下恐怕要借您的名头用一用了。好，只要能惩罚恶人，你尽管用吧。千花妹子，我求求你放了我吧，只要你肯放了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不要叫我千花妹子，我不是你家妹子，也不许你叫我的名字，你不配。是，我不叫了，我叫您姑奶奶行不？吴强一脸的求生欲，他此刻就是案板上的鱼肉，可以随意任人宰割。为了活命，他什么也顾不上了。只要我放了你，你真的什么都愿意听我的？只要你们放了我，让我做什么都行。好，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从今天开始，你去给我盯着翠花的一举一动，我要你把她的把柄找出来告诉我。若是3个月内你找不出来，你的脑袋可就要搬家了。老大，你放心，我一定找出来，我一定在3个月内找出来，告诉你翠花的把柄。你最好说到做到。这位蔡小爷是我认的大哥，相信你对蔡小爷的名头也有所耳闻。你要是敢说话不算话，我大哥绝对不会轻饶你的。姑奶奶，你放心吧，我绝对完成任务。既然你嘴上说的这么好听，为了展示你的忠诚，那你就把这棵毒草吃下去吧。毒草？姑奶奶不要啊，我还不想死。我要是死了，还怎么给您找翠花的把柄去啊？你放心，这个毒草吃下去不会立即要你的命。这个草叫3月断肠草，虽然奇毒无比，但只要3个月内服下解药便可以解毒。若是3个月后没有解药，你便会七窍流血而死。只要你3个月内找出翠花的把柄，我自会给你解药。姑奶奶，这个断肠草我还是不用吃了吧，我发誓一定会完成任务，要是办不到，就让雷公劈死我。
不吃可不行，不吃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乖乖的给我办事呢？不，我不想吃毒草，姑奶奶，您就饶了我吧。这可由不得你。蔡小爷立马弯腰捏住吴强的下巴，千花把草丢进了吴强的嘴里，蔡小爷将他的嘴强行合上，吴强还挣扎着想要把毒草吐出来。哎，你要是敢吐出来，我现在立马让蔡大哥送你上西天。这荒郊野岭的，正好把你的尸体丢给山上的豺狼虎豹当午餐了。既然这毒草3个月内都没事，我可以去医馆让大夫帮忙解毒，到时候你就拿我没办法了。记住啊，别想耍什么花样，解药只有我这里有。这毒草吃下去后，连大夫把脉也把不出来，更别说配制解药了。吴强一听，顿时满脸苦涩，连解药都没得配，看来自己只能乖乖听话了。既然毒草已经吃下去了，你就赶紧滚吧。哼，千万别耍花招，否则我定会让你尸骨无存。是，姑奶奶，我马上就滚。吴强抱着拧着皱皱巴巴的衣服，一溜烟似的跑了。那个什么3月断肠草，真的是毒草？3个月内不服解药，真的能让人七窍流血而亡？哼，骗他的，那是我刚刚在山边随便扯的一根不知名的草，吓唬吓唬他罢了，要不然他怎么肯乖乖听话呢？还真是个狡猾的小丫头。梁姑娘，你怎么一个人在这路上？你今天不去县城摆摊吗？今天不去摆摊了，我家里来客人了，我打算去镇上买点东西，谁知道被那个混蛋跟踪了。蔡小爷，您怎么也在这附近呢？我家就住在这附近啊，我正好准备出发往城里去，谁知道听到你的叫喊声，幸亏我听到了，要不然真不敢想象后果。是啊，真的太感谢您了，改日我一定请您好好的吃一顿饭，感谢您的救命之恩。不用客气。哎，蔡小爷，我在县城摆摊女扮男装的事情，还麻烦您一定替我保密。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别人的。第二日，刘老大和他婆娘一大早就跟自家妹妹和妹夫辞行。大哥，千华身体长得快，很多棉衣只穿1-2季，下一年就穿不进去了。这个包裹里有2套千华的旧棉衣棉裤，虽然是旧衣服，但都没有打过补丁，你拿回去给秀儿穿吧，要不然放在咱们家里也是浪费。行，那我就替秀儿收下了。嫂子，妹子我1年难得回去一趟，这2两银子是我孝顺爹娘的。柳家一直以来都是你在管着家，这银子就由你收着吧。三妹，这银子还是你们自己留着过日子吧，爹娘有我和你大哥照顾着呢，用不着你们给银子。是啊，三妹，你嫂子说的对，妹夫的腿还没好，家里全靠你和千华撑着，爹娘那儿有我和你嫂子照顾着，哪里用得着你们给银子？舅舅舅妈，这个银子虽说是孝敬外祖父和外祖母的，但其实我是希望你们用在摆摊子做生意上。虽然现在已经是11月份了，树上基本没有板栗果了，但是你们村子里的村民家里应该还储存着一些板栗。我希望您用这个银子把村民家里的板栗收购回去，然后和舅妈一起去县城摆摊儿。这唐朝板栗起码还能卖上1个月左右，你们也能在年前挣点小钱过日子。这个银子是给你们摆摊子的成本钱，你们必须拿着。千华，舅舅都不知道要说什么话来感谢你了，原来你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舅舅，一家人不必言谢，你们摆摊挣到钱，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也算是替我娘尽了孝道，我们还要好好的谢谢你们呢。好，这2两银子舅舅就拿着了，就当是舅舅借的，等舅舅摆摊做生意挣了钱再还给你们，舅舅一定努力让家里人都过上好日子。三妹一家虽然跟老宅那边的人断了亲，但是日子真的反而越过越好了呀。爹娘知道了肯定也会很开心的。三妹还给了咱们这么多银子，我们也用不着到处借银子当本钱摆摊子了。今年挣了钱呐，咱们可以给爹娘和孩子们过个好年了。是啊，三妹这次真的是苦尽甘来了，
以前每次来云峰村看他们一家，三妹都畏畏缩缩的，说话都要小心翼翼，生怕自己做错什么说错什么被梁家老太太打骂。我这当大哥的心里实在是难受啊，每次回去还要给爹娘撒谎，说他过得很好。这一次回家，我终于可以不用撒谎了。